你奶奶开的青楼，那些姑娘不漂亮吗？你不去玩姑娘，你跑去读书。漂亮漂亮。山寨自己的赌房不好玩，赢点银子不美气，你跑去读书。好玩美气。你娘的黑莲教没意思，你跑去读书。我听说虾仁少爷高中状元了，大当家的才发这么大的火，道喜的太监快到了吧？那可不，我家那口子当时去看的榜，当时吓得都晕了。哎，那可咋办啊？咱从黑风山山寨搬到这村子隐姓埋名，万一要是被发现了，这孩子真是养废了。没事抢个劫，青楼里玩个姑娘，再不济赌房要两手也行。学点什么不好？学人家读书。几年前，虾仁穿越到这个世界，本以为会有系统，结果等的黄花菜凉了，也没见系统激活。在虾仁穿越到这样一个家庭后，当场跳河自尽，没活路，一点活路都没有。因为亲爹是黑风寨寨主，通缉令贴满城门口；亲娘是黑莲教圣女，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女魔头。自家爷爷当年造反未遂，奶奶是前朝公主，这能走活路吗？虾仁跳河被救之后，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改变家风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这条路洗白，而自己刚好是一名历史研究人员，为了获得举荐身份，不惜带领上满山贼夜袭老夫子家，成功拿到了举荐身份来参加科举。从此劫道他在看书，逛青楼他在看书，山贼火拼他在看书，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高中状元了。爹，消消气，我向你保证，未来一定继承黑风寨，真的，我对天发誓。滚！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，你小子隐瞒身份参加科举，还高中状元了。咱老云家上一次去京城，那还是太爷爷造反被菜市场砍头。你学什么不好？学人家读书。爹，事已至此，你可以换个思路想想。我在朝廷当官，对咱们家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。你看我在朝廷里也算是咱们家的内应，爷爷不是一直想收买个老太监吗？我是官，我比太监有用啊！朝廷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是不是第一个知道？说好听点了，我要是官越来越大，县太爷敢跟黑风寨作对，我直接换了他。说难听点，咱家人要是被抓了，那菜市场砍头我都能帮上忙，让人安排的刀口锋利点，少受罪。罢了罢了，他说的有点道理。当年要是有个大官当内应，不至于走漏风声。要说格局，还得是爷爷，怪不得您能拉起来造反队伍，我爹只能搞个山寨，差距太大了。哼，去让埋伏的人回来，放报喜的太监队伍进来。夏儿他说的对，他要是做了官，咱们一家的日子能好过不少。官越大越好，最好能位极人臣，到那个时候何愁对，爷爷说的对。只要能离开黑风村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早晚有一天能洗白成功。万一发现破绽怎么办？黑风村上千村民手里都有人命，跟普通村民不一样。通知下去，家家户户把抢来的财宝收起来，武器买了，还有婆娘，嘴都严一点，不该说的别说。夏儿全程陪着老太监，咱整个黑风村陪你一起演好这场戏。我尼玛，这辈子就没走过这么难走的路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估计山贼都不想来了。这黑风村穷成什么样了？状元郎能高中状元，其中吃了多少苦，可想而知。崔公公，前面有人。怕是状元郎担心路不好走，特意来接咱们来了。这穿着，皇上好像猜的还是保守了啊。来者可是虾仁。正是，见过公公。恭喜高中状元，状元郎准备接榜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按照流程，虾仁跪在地上接皇榜，然后又听老太监说了一番效忠朝廷、效忠皇上之类的话后，众人这才一起向黑风村走去。哦。对了，崔公公，这是我哥给你们的赏钱，我们村穷，你们别嫌弃。公公莫怪，黑风村实在太穷，举全村之力供我读书，实属不易。几年来，我认识的每一个字，读的每一篇文章，都是大家伙从嘴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。好，这是咱家这么多年收的最好的洗钱。为了整这点窝窝头，真是费了老劲了，又是撒尿，又是和泥的，最后掺了点猪屎才做成的了。收起来，这虾仁就是皇上要找的人，身世清白，一家几代人均是农户，面对如此恶劣环境，坚韧不拔，始终不认命的拼劲，否则绝无可能高中状元。这行吧？
大魔头，不是，状元郎回来了，状元郎回来了。这位是朝廷派来的崔公公，这便是整个黑风村的村民。见过公公。把回去路上的口粮散一散。公公，都分了，我们路上吃什么？到时候再想办法，快分给他们。什么情况？难道是装的不像？报喜的太监怎么还给大家发上东西了？黑风村常年伙食都好，几乎顿顿有肉，根本没办法装啊！不得已之下，大家才吃了大量的泻药，双腿都麻了。我儿中状元了，我儿中状元了！什么？爹，您没事吧？臭小子，安排的这是什么玩意？回头再狠狠抽你一顿鞭子！爹，奥斯卡，保持住，成败在此一举了。百善孝为先，当众跪地，丝毫不嫌弃泥土。状元郎品性可嘉。为了配合虾仁，来之前的路上打断了自己2根肋骨，此刻躺在地上，那是抽搐的疼。不是就打断了2根肋骨吗？怎么好像断了6根？什么是亲爹？这才是亲爹啊！有事真相啊！快背着我爹回去躺着。且慢。难道被发现了？准备抄家伙，狗呢？一会先咬死那个老太监，没那个的东西，他跑不快。你咋知道的？上回跟我家那口子打架，踹了一脚，大半年没敢下床，现在走路都劈叉。这银子收好，咱家看你跌倒应是断了骨头，拿银子去找大夫看看。状元郎不日就要进京，怕是无法照料你们。这他妈都行。没事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照顾他。虾儿尽管去。爷爷虽然没读过书，可明白有国才有家，只要能为朝廷效力，能为陛下分忧，家里一切有我。这是我爷爷啊，这不对呀，安排的里面没老爷子的戏啊。一个山野从没读过书的老农户能有这种觉悟，皇上听见怕是会欣慰很久。家里备了一点吃食，公公要是不嫌弃，留下吃顿饭如何？崔公公一想起刚刚发黑的窝窝头，便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暂时不饿。状元郎随咱家一起上路吧，你们放心，咱家一路上定然照顾好，万无一失。行李准备好了，准备出发了。卧槽，谁给我包袱里面塞的蒙汗药？王虎一点也不小心，公公别见怪，村里人用的都是土方子，这种粉末能治腹泻，路上说不定用得上。暴雨梨花针，卧槽，这玩意都给我塞上了。此物是勤俭持家，衣服不停多，若是破了，路上就自己用针缝缝，知道吗？爷爷爹，那我就走了，你们在家照顾好自己，到了京城我会派人送信回来，不用担心。走吧走吧，照顾好自己，凡事有爹在。从小到大，自家儿子可从来没一个人离开过村子，可现在人真要走了，云绕住心里空落落的，有点说不出的难受。如今去京城，除了王虎之外，不能安排其他人手，否则容易暴露卧底身份。爹，爷爷，我走了。啊，少爷可算是走了，这下再出去劫道，不用再被什么惩罚口诀了吧？老子最烦逛青楼，还得认字，不然姑娘都不让点。拉屎都得会写自己名字，要不厕所都不让进，还得每天洗澡刷牙，简直烦死了。少爷，您怎么回来了？险些忘了，本少爷虽然进京当官，但是布置给你们的作业全部要完成。每个月本少爷会送信回来询问，谁要是没完成，哼哼，休怪本少爷无情，将你调到身边来。皇上，各地已开仓放粮，可灾民数量太多，就连内库的银子也全部调了出去，可效果微乎其微。募捐情况如何？朕命皇后带头让后宫嫔妃捐些金银首饰，统计出来多少？今天真是长见识了，见过能吃的，没见过这么能吃的。特别是那个王虎，状元郎才吃了11碗饭，他都吃14碗了，还没吃饱。还有皇上，今天怎么突然出宫了？
多谢款待。那个怎么称呼？叫我李伯就行了。我跟崔公公是朋友，不用过于拘谨。哦，太监的朋友，难道是宫里的大太监？看着也不像，难道是朝中官员？虾仁意识到对方不可能无缘无故请客吃饭，要么是借着崔公公身份拉近关系，或者是有些问题要请教他。你是状元，对于如今灾情怎么看？朝堂上不少人都觉得，只需坚持过大旱，灾情自然会过去。你觉得如何？绝无可能，大旱过后，估计仍旧会有其他灾难。胡说什么？天佑大江，旱灾过去必然会风调雨顺，不可能再有灾情发生。你怎么能确定未来还会有大灾？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大灾连续几年时间，证明气候正处于小冰时期，冬天雪灾，夏天旱情，要不就是洪水，往往需要持续好几年。不过只要能熬过小冰河时期就行。皇上，各地已开仓放粮，可灾民数量太多，就连内库的银子也全部掉了出去，可效果微乎其微。募捐情况如何？回皇上，连公寓也算上的话，是募捐了1500两银子。罢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国库空虚，如今根本拿不出任何银子。去年就开始大旱，到了冬天连日暴雪，今年本就收成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有很多流民揭竿而起。你说，朕在朝堂上募捐赈灾，是否能筹到银子？亦或者拿出几个位置，能否换到些赈灾银子？这罢了，你一个老太监懂什么？此事让朕好好想想。对了，富临县的奏折上来了吗？其他几人均是出身士族，唯有这个状元郎云虾人身世穷苦，是否真是这样？奏折怎么还没送来？有的，崔公公的折子傍晚就到了，只是老奴一直不敢打扰皇上。好一个先有国才有家！听听，没读过书的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，这些世家子弟难道不清楚？铁打的世家，流水的王朝，李成明很清楚，某些政令一旦涉及世家利益，就连朝堂都出不去，当场就会被这些官员联名否决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崔公公能这么写，足以证明状元郎一家并非士族，甚至同当地豪强并无联系。怕就怕是个死读书的，最后读的跟那些世家子弟一样，读成傻子了。百姓无粮可吃，居然能说出为什么不吃肉这种话，简直混账！景办办，偷偷安排一下，明日正午，朕要出宫，亲自考验这个虾人。原以为觉得虾人会有什么好主意，但听他危言耸听的空话和从古籍上的书的见解，顿时有些失望。这不就跟那些世家子弟一样吗？那你对如今朝廷赈灾能看出什么问题？问题一塌糊涂。从黑风村出来到距离京城比较近的地方，我只能说一个比一个惨。何出此言？你别急呀，咱们就是讨论讨论。你看看你怎么还急眼了？我不是说干的不行。是我较真了，我们就是随意聊聊。此话出了这个门，就当没提过。之所以干得一塌糊涂，归根结底就一个原因，朝廷没钱了。确实，朝廷想尽一切办法，也筹集不到银子。我听说陛下连内库银子、后宫嫔妃的金银首饰都动用了。什么？还后宫募捐银子？想出来这等馊主意的人，怕不是个蠢货啊！可不这样，上哪筹银子？好歹能募捐到一点，能让百姓吃上几天饭，不至于饿死。怎么就是蠢货了？这主意是崔公公你出的吧？既然这个办法蠢，那你心里有其他更好的办法，能短时间之内筹到银子？有啊，那就是抢。哥，抢谁？哎呀，咱家忽然肚子疼，你们聊。咱家好像有点甚了，得去换个裤子。哥，你要喝水吗？哥，是要再来一碗饭吗？我刚才在城门口好像丢了1两银子，你赶紧过去找找，别让人捡了。OK。你说的这个抢可是抄家。虾人听出来对方的话，抄那些为富不仁、囤积粮食的世家官员，不光能搜出来银子，还能拿到大批的粮食，但这样必定会引起朝野震动，尤其是这些当朝为官的世家子弟，若是造反该怎么办？
老李，别激动，我说的这个抢不是你想的那个抢。我知道你是为了灾民，可你想的这个办法不行。你若提出来，皇上肯定能答应，甚至有可能皇上那边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有人提。到时候抄家银子和粮食有了，可你的命就没了。你想的倒是挺远。身为帝王，江山社稷百姓大于一切，有些时候牺牲某些人在所难免。如今赈灾需要的银子，最起码得上百万两，莫非你有更好的办法去抢？1个月的时间，银子肯定能凑齐，不过这事不该我们操心。况且我这办法有些下三滥，皇上不会同意的。我也是随口说说。哼，结账。这几天你住楼上就行，别乱跑。皇上要是见你，咱家会过来找你的。哎，看皇上离开的样子，似乎并不满意这个家人。好不容易出个穷苦家的，结果也不行，咱家真是太难了。哪来的？兜的银子找不到，我抢的。啊！这里是京城，不是黑风村附近，以后别这么干了，明白吗？哦。话说少爷，刚才那是什么人？世界需要的人。听不懂。过几天就有人为你们死了，不过也算是筹到了银子，马得一面之缘。到时候老李不在了，不会通知我随份子吧？这个下人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回皇上，云虾人腹中空无一物，虽是穷苦人家出身，可也是个读死书的。皇上，奴婢觉得，你奏折里把他夸到天上去了，怎么到现在变得这么不堪？你收了多少洗钱？就俩馒头，大点声，俩窝窝头。我看下人说的没错，你真是个蠢货，一点脑子都不长。皇上您变了，以前您可不会这么骂奴婢。才学是有的，答的考卷朕看了，就是字写的太难看。穷苦人家出身，自然不可能跟那些世家子弟一样，眼力劲也有。能想到提出抄家之法，人必死无疑这一点，足以证明不是个读死书的。朕问问你们，要是想抢银子，还不想被世人唾弃，这个银子该怎么抢？哼！国库已经空了，想要再坚持1个月时间，必须再次募捐银子，而且随着时间拖得越久，灾民沦为流民的也就越多。崔办办，你现在去通知下人，明日一早上朝，朕要用它来抢银子，同时私下里寻找古董商，将宫里一些物件偷偷卖了。怎么卖？以谁的名义？你可明白？奴婢明白。若是问起来，东西是奴婢带出宫的，被人发现，那就是奴婢偷的。去吧。太子最近在干什么？启禀皇上，太子殿下最近读书很用功。说实话。回皇上，太子殿下最近迷上了看戏，东宫这段时间每天都在演戏，不光让宫女演，太监也要上去演。混蛋玩意，摆驾过去东宫，一天到晚正事不干，净干些不着边的事，好几天没抽鞭子，朕这心里难受的紧。接着舞，接着奏。你以为躲在这里就找不到你吗？昨晚大半夜的，崔公公让我今天一大早就来上朝，可这天都还没亮呢，这特么比牛马累多了，谁会半夜3点多就得起来？幸亏大江朝3天才一次早朝，要是天天上，不出半个月，店里这些老头最起码嘎一半。去往那边点，谁的位置你都占。哎，不是，你干什么的？连朝服都没有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成为状元是为了洗白山贼的第一步。在虾人与李成明讨论抄家之法后，第2天过来上朝的他，也再次遇到了意料之外的人。马上上朝了，你就不怕挨训？对哦，我这位置应该没人能看见。皇上来了，你喊我一声，我再眯一会。你这个新来的官员真有意思，还穿着一身店小二的衣服。
不过最近父皇没提拔什么官员啊？不对，好像是有个状元郎。不会就是他吧？现在店小二都能考上状元了，本殿下如今连个店小二都不如了。皇上驾到！别睡了，别睡了，上朝了！吓老子一跳！拜见皇上。平身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谁居然敢夹带私货？往常大家拜见皇上就完了，怎么还私自加戏？如此谄媚言语，是如何当着众多读书人面说出口的？不是，怎么口号还不一样啊？崔公公也都不知道提前叮嘱一句吗？哦，真勇士也。不过后面这句万岁真好听，以后等我登基就用这个口号。这么朗朗上口，表达对皇上祝愿之情的一句话，咱家怎么就想不到？云虾人是个人才，不进宫当太监真是可惜了。灾情愈发严重，各府粮食告急，你们都是朕的肱骨之臣，心系百姓，朕今日夜不能寐，茶饭不思，每每想到灾情，朕心难安。崔公公从内库再拿出300两银子捐出去。卧槽！昨天请我吃饭的老李居然是皇帝！完了完了！昨天难听的话不仅说了，还骂了。好不容易考上状元，别上朝第一天就被嘎了，不行，必须补救。对，捐银子，看在银子的份上，可千万别为难我啊！我就是个小卡拉米。臣变卖家产，田地，共凑出600两白银，这是600两银票。好好好，太傅心系百姓，朕甚慰。凡是世家子弟官员，任意一人随意便可拿出上千两、上万两白银，但他们都不愿意为百姓捐出来更多银子。就在其他人极力想着对策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“臣捐1000不2000两银子。”朝堂之上开不得玩笑，云状元，你可知道，若拿不出银子，就是欺君之罪。皇上，臣要参云状元一本，殿前失仪，目无圣上，更是信口胡说，欺君罔上，臣斗胆革去他状元之位，两为庶民。职场霸凌，卧槽，尼玛没了！你殿前失言，皇上，此人胸无点墨，犹如市井泼皮，臣建议严查科举，是否有舞弊行为。哟，你是何人？本官右迁都御史郑四品。哦，郑四品啊，皇上，臣参这名右迁都御史一本，贪赃枉法，不思进取，信口开河，污蔑当朝官员，意图谋反。臣斗胆建议砍头抄家。臣敢断言，右迁都御史家必定能抄出大批银子。敢反过来猜言官一本，何止是勇士，简直就是死士啊！你胡说八道！臣为官清廉，家中更是一贫如洗。他这是污蔑。山贼是什么？你骂我一句，我就得想办法整死你。你敢打我一下，我必须灭了你全家。皇上，此乃翡翠玉骨飞红佩，市面价值8000两，且有价无市。这名御史大人，既然你家中一贫如洗，为官清廉，那你说说，为何带得起8000两的玉佩？此话一出，包括龙椅上的李成明在内，所有人脸色全部变了。8000两的玉佩，朕都没见过。徐御史，虾人说的可是真的？臣假的，这玉佩价值几何？臣启禀皇上，可随意找一家古玩店铺鉴定便可，只要是老师傅，一眼便能看出玉佩价值。宫中肯定也有鉴赏师傅，此事不难。御史俸禄1个月50两银子，带得起8000两的玉佩，果真是贪赃枉法，其罪该诛。来人，把这朵东西带下去，抄没家产，全部捐赠灾区。救命啊！皇上息怒，老臣近日吩咐族内售卖田地，共计筹集了3000两白银，愿意捐赠赈灾。大臣们看皇上的意思，今日再凑不齐银子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已经抄没了一名御史，下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是他们。微臣命老家筹集银子，族内众人募捐，昨夜银票送到，同太师一样，共计3000两白银。灾情严重，身为朝廷官员，理当感同身受，臣愿意全部捐献。臣捐1000两，不过下朝之后才行，臣需要回去卖寨子。
皇上，臣前日才嫁的女儿，臣愿意将聘礼捐了，价值800两。今日的募捐筹集了上万两银子，以往的时候，除了第一次募捐之外，其余时间从未超过2000两。而此时，李成明面带微笑，眼神却阴沉的可怕。看来早就应该抄家几个官员，让这些世家官员把银子拿出来。皇上，承门言，云状元家境贫寒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我等这些官员均是售卖家产才能凑齐银子，他一人便可拿出2000两。对，这可是2000两白银，非出身豪门，怎么可能凑齐2000两白银？皇上，臣建议彻查。云虾人，军前无戏言，你可明白？臣明白，臣这就拿出来。卧槽！居然从这么臭的脚取出来银票。朕问你，你为何能拿出2000两银子？当然是捡的，此事崔公公可以作证。微臣同崔公公一起来到皇城门口，路过永兴坊的时候，臣在一座恢宏宅院前捡的，对吧，崔公公？崔公公是这样吗？回皇上，奴婢依稀记得，好像是有这么一件事，不过奴婢也不知道状元郎捡的居然是银票。你当时除了对着人家大宅门口狮子撒了泡尿，什么时候捡银票了？完了，要是现在我不承认，皇上肯定会怀疑我私通虾人。奏折是我写的，人是我推荐的，到时候说都说不清。那想必是大户人家不小心丢的，可记得是什么宅院？永兴坊？臣记得叫什么太师府。在老夫家门口，哪个混账玩意蠢到这个地步，能在家门口丢2000两银子？云状元说笑了，老夫虽是太师，可清廉一生，府中之人更是勤俭节约，是拿不出这2000两银子的，望皇上明鉴。哦，那可能是记错了。刚才的御史一个劲的盯着这老头看，不用想，绝对是一伙的。行了，朕有些乏了。除了灾情之事，有无其他事启奏？若是无事，崔办办宣布退朝。皇上，臣有本奏。李成明望着老太傅决绝的表情，瞬间意识到什么，老太傅还是忍不住愿意站出来当这个得罪天下所有世家官员的人。若是没今日募捐之事，李成明或许没有其他主意，但现在他有个更好的人选。朕困了，有何事到御书房启奏？崔办办扶着老太傅去御书房，还有云状元一同过来。皇上，哼。老太傅，咱家扶着你去御书房，切莫着急。臭小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过来扶一下太傅？来了来了，太傅大人，我扶您上去，您慢点。咱家真是服了，那是你能上去的位置吗？不想活了吗？去御书房得往另一边走过去。那他怎么能上去？那是太子。我操！刚才一起睡觉的那家伙居然是太子。云状元，本宫是太子，自然可以上来。微臣见过太子殿下，今日得见太子，果真是人中龙凤，光彩夺目。臣不胜惶恐，望殿下恕罪。太子千岁千岁千岁。你这个状元郎真有意思，正好本宫要去见父皇，我带你们去御书房一同过去。3日后上朝，微臣替殿下做好准备，可以在柱子后面安放个软垫，靠着舒服很多。哦，你想的这些办法，本宫也曾想过。万一周围那些大臣参本宫一本怎么办？太子殿下，注意仪容，贵为太子，时刻要保持威严，身不正如何统领群臣？太傅，本宫记住了，你千万不要告诉父皇。此言差矣，太傅大人，太子每日勤奋好学，不能绷得太紧，适当的放松是人之常情，过于严苛只会适得其反。青春期的孩子多顺着点，绝对没坏处。而且太子体恤微臣，并非不注意仪容。来，太子殿下，刚刚说到哪了？咱们继续。趋炎附势，一看就是个奸臣，没有官职就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谄媚，日后若是身居高位，必定是祸国殃民的大贪官。见过太子殿下，皇上在御书房等候。太傅大人，状元郎，皇上有请。你来干什么？朕没让你过来，滚到东宫看书去。昨夜怎么跟你说的？是不是又忘了？
看来太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啊。皇上，此账本里面记载了朝廷官员所犯罪孽，老臣均已证实，若朝没家产，可解此次灾情之忧。真是个狠人，连罪证都搜集好了，基本上是揭发一个死一个，银子搞到了，得罪人的事他一个人全揽下来。皇上，老臣年事已高，无几年活头，为了天下百姓，为了灾情，臣愿意当朝揭发。此事朕已有计较，不过这罪证先留在这里。至于赈灾银子，云虾仁，微臣在。朕就给你1个月时间，可否筹够100万两银子？此事若办好，朕准你詹事府职位，日后负责督促太子读书；若是没办好，詹事府职位那是专门督促太子读书的，未来最差都是2品大员，云家稳了。臣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但臣有个小小的要求。说吧。筹集这些银子，臣自然不会打着皇上的名号，只是办法有些难以启齿。若有关于臣的不实传言，皇上要绝对信任微臣，臣忠君爱国，愿为大将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最后还有个请求，若筹集银两超过100万两，能否分给太子一份？不多，2成便可。云状元，本宫日后绝不负你。太师府门口捡银子，还是2000两的银子。呵呵，状元郎，咱家真是小瞧你了。一个村子穷得吃不起饭，之前咱家还真信了。你信不信？咱家派人再去查查。1年到头盯着黑风村。公公莫怪，咱家怪你了吗？咱家是怪自己有眼无珠。一路上多亏崔公公照顾，我们家家道中落，是有些家底在。可祖训说，若不能入朝为官，一文钱也不能动。公公看到的是真的，实属无奈。我信你个鬼！咱家怀疑你没问题，可皇上和血滴子要是怀疑，公公，我可是一片赤诚，对皇上忠心耿耿。云家祖训如此，实属无奈啊！他妈的，胃口这么大吗？500两，总归拿下你了吧？状元郎赤诚一心，咱家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到地方了，客栈你暂且住着，这是内库的产业，如今挂在咱家名下，费用全免。有何事吩咐后厨伙夫，咱家自然知晓。还有，皇上给你的差事不好办，不过若是办得好了，皇上不会亏待你。记住，这江山是李家的江山，是皇上的江山，放手去干，咱家看好你。少爷，你封了什么官？封个屁的官，干了活才给官。操！妈的，瞧不起人！少爷，咱回黑风村，马上召集人马，各方号爷，不日就能攻入京城。去你丫！回就知道回，干山贼有个屁的前途，到时候菜市场砍头，你能替我了？去要点饭菜，我饿了。哎呦啊！当山贼有什么不好的？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想去青楼去青楼，想去赌房去赌房。大当家的说的没错，少爷毒瘾太重，现在又染上了官瘾，以后该怎么办哟？王虎，你说1个月要想抢100万两银子，该怎么抢？少爷别说笑了，100万两银子，那刀不得卷刃了啊！砍死一个能抢10两的话，那得砍死10万人。连你这样的莽汉都清楚的事情，皇上会不清楚？应该是留了后手吧，看来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才行。真要是搞到了，詹事府职位怕是小了点。去把我娘给我的信物拿过来，一会出门顺便买身衣服，晚上带你去京城画坊见识见识。哦。路上可向你埋怨了。启禀皇上，虾仁并没有埋怨，反而一路上都在感谢皇上知遇之恩，说什么赴汤蹈火也要筹到银子。是吗？朕看是感谢你的知遇之恩吧。黑风村穷的吃不起饭，虾仁还能拿出2000两银子，银票包浆成那样，能是从太师府门口捡的。朕以为朕看不出来，崔老四，朕看你是活腻了，来人，拉出去砍了。
奴婢知罪，实在是家人他家里人再三叮嘱，祖训不可违。奴婢去的时候，黑风村确实吃不起饭，家人有银子，但是不能用，除非考上功名，否则谁也不能用一文钱。皇上，奴婢句句属实啊，不信可以派人去黑风村调查。哼，朕不管他何种出身，穷也罢，富也罢，只要不是世家子弟，真有本事，朕自然会高看他一眼。朕乏了，去通知知贵妃，今晚朕在他那里就寝。奴婢遵命，奴婢这就去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可恶，这狗东西跟谁学的口号？咱家怎么不知道？别的本事没有，学这东西倒是挺快，赶紧滚！少爷，湖上有10几个画舫，咱们就这样来最大的这艘了吗？那当然，黑莲教开画舫是专业的，咱们自然来最大的这艘画舫。今夜只请姑娘出阁，谁若是能拔得头筹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知道会争抢成什么样。我等就是去凑个热闹，想要入只秦姑娘的闺房，诗词只是第一关而已，银子才是大头。上次云烟姑娘出阁，据说王公子豪着1万两白银才抱的美人。你说的可是王太师之孙王闯正王公子？可不就是吗？诸位兄台，今夜画舫可有活动？敢问公子是？在下云虾人，小地方来的，近日才到京城临江府常家，常太傅是在下二舅。虾人信口胡诌了个身份，2名书生听后大吃一惊，望着虾人的眼神彻底变了。常太傅可是3公之一。失敬失敬，真是没想到，竟是太傅之生，在下信光有礼了。云兄一表人才，刚才一看兄台就觉得不是一般人，遇见就是缘分。到了画舫上，说什么也要跟云兄喝几杯。低调点，二舅不让我在外面说他身份，你们懂的。那是自然。杨管事，今晚来的公子哥不少，我刚才去瞅了一眼，包括王太师家的孙子在内，其他世家子弟来了不少，看情况都想争一争今晚上的花魁。画舫诗词不够用了，什么时候得联系总部，让再送一些诗词过来？还有件事，黑风村派人送信过来，说是少爷考中了状元，入朝为官。算算日子，这几天也应该到了，为何一直没有联系我？你们仔细想想，莫非是有什么地方不经意得罪了少爷？应该没有吧，不如咱派人出去找找少爷，也不知道出门带的银子够不够。少爷的性子可是吃不了苦的，跟黑风村那些糙汉可不一样，晚上泡脚搓背一样都不能少，被窝都得提前拿好。少爷初到京城，肯定连丫鬟都没有，要不今晚上把芷晴姑娘送过去，伺候少爷起居正好。哼，不成不成，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懂怎么照顾人，我觉得还是我去最合适，我最会疼人。呸，臭不要脸的，感情你想去伺候少爷，我才最合适，饭做的最好。我被窝暖的好，我的大。都给老子闭嘴，先安排好今晚上的活动，至于少爷，明天我自会派人寻找。我才是最适合伺候少爷的那个人，整个黑莲教只有我懂少爷。几位兄台，我第一次来画舫，听你们说今晚有花魁，不知道都是什么玩法。有花魁艺术品拍卖才是今夜的大头，都是市面上见不到的稀罕东西。花银子不仅买到了东西，最后谁消费的银子最多，诗词过关就能抱得美人归。真是可惜，我等没那么多银子，艺术品拍卖价格太高，实在是买不起。几人同虾人一见如故，立马介绍了这最高档画舫的一切，从规则到经验，听得虾人一愣一愣的。黑莲教是专业开青楼的，而总部则是在黑风村。我特么直接，好家伙，这个画舫到底是谁策划的？简直是人才，把我的那一套营销理念几乎全部研究明白了，抓住了京城这些世家子弟的消费理念，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，要的就是一个面子。我们几人同云兄一见如故，今夜的花费算我的。当然，云兄要是点姑娘，可得自己出银子。自然自然。那什么，能先赊2张门票吗？我们出来一趟不容易。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江太子没有银子。当李家泰晚上偷偷出宫上船后，本以为可以随意进入楼阁观看画舫演出时，才发现整个东宫就拿不出120两银子。门票？什么门票？
没有门票请回，要么120两银子一张。最后1刻钟时间，里面表演马上开始，开始之后你们就是掏银子也不能进去，这是画舫规矩。完犊子，怎么还要门票？没人告诉我，这个月俸禄还没发，整个东宫就拿不出240两银子。那什么，能先赊2张门票吗？我们出来一趟不容易。李兄，你怎么在这？哦，虾仁，你快告诉他，我是那种赖账的人吗？今晚上出来的急，忘记带银子，居然不让我进去，你们画舫还想不想开了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来，这2位银子我给了。李兄，走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他们不知道您的身份，先跟我进去吧。这简直有辱斯文！虾仁，画舫里面是这样的吗？我还以为有多好玩，跟普通青楼也没什么区别。陈官太子似乎对这些姑娘不感兴趣。本宫整日听那些学子说什么春画舫，不去一次必定抱憾终身，不过是个青楼而已，姑娘有什么好玩的？本宫看太子妃就讨厌得很，没事哭鼻子，还跑到母后那里哭，烦死人了。而且东宫里面宫女就有几百个姑娘，一个个演也演不好。等等，演什么？剧本子就是戏楼里面的剧本，本宫花费重金聘请大师写了不少本子，可惜东宫的宫女没一个能演的，白瞎了本宫那么多银子。老李早年带兵平乱，大江朝经历小冰河时期，现在朝廷还算稳定，是比较有本事的。怎么生的这个儿子？身为太子，整天研究艺术，怪不得挨鞭子。臣对剧本也有涉猎，回头写个本子给殿下。哦。对哦，你是状元，写本子应该不是问题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办法带本宫每天出宫？这样本宫就能每天出来看演戏剧，还不用去读书。哦，这舞台设计的太好了，本宫怎么就没想到？好吧，是我想多了，这他妈是个眼里只有艺术的钢铁直男，人家都在看姑娘，你在看钢管。谁扔的？水塔马扔的，给老子站出来！本公子打的，怎么着？打我笨蛋！挡着本公子看舞台，打你怎么了？我跟你拼了！殿下，臣来处理。您身份尊贵，不可表露身份，万一被皇上知道了，您又要挨揍。虾仁，本宫拿你当朋友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明白，王虎。哥，抢谁？这里是春画舫，何人在此闹事？杨管事，今日之事你别管，在京城这个地方，本公子想打谁就打谁，管你是什么东西，毁坏的东西本公子赔了。跟我花墙拼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竟然有人敢招惹王公子，是新来的吗？在京城也不打听王公子是什么人。上一次踩了王公子脚的那个家伙，至今还在大牢里面关着呢。少爷冲我眨眼了，少爷没忘我，不就是一座画舫，只要少爷高兴，拆了也无所谓。都回去，让他们打，一会出事当作没看见。老子不欺负你们，一起上吧！给我上！打他！快点，兄弟们！这帮傻子遇到黑风村第一战力天花板王虎，别说这几个打手了，再来7、80个也是来送菜的。这就是少爷身边的那个王虎，太有劲了呢，真是个汉子。姐姐流口水了，赶紧擦擦。我可是太师之孙，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本少爷一句话，你们都得进去蹲大牢。你居然敢打我！太师孙子了不起呀！我二舅是太傅，怎么你们京城的公子哥是这个路子？打不过喊长辈，打了你喊你爷爷来。哦。我这人最讲道理了，打了人就该给赔偿。刚才你打了李兄，后脑受伤严重，拿你1000两银子赔偿，剩余的银子赔给画舫。此事到此为止，没问题吧？很好，看来你已经知道自己错了。
殿下，时候不早了，今晚上看来表演不能继续了，不如您先回去。虾仁，刚刚的事情都让本宫惊呆了，没想到还能这样解决。第一次发现银子还能来得这么容易。本宫刚还看到刘太保的侄子也在船上，要不我们埋伏好，再干他一笔2000两银子，足够本宫重新弄一个舞台了。坏了，给太子激活了。杨管事，时间紧张，我简单和你说清楚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等我说完再问。我明白了，1个月内筹够100万两是有点多，不过要是联合其他州府的画舫，倒是能凑齐100万两银子，但这需要教主开口才行。不过最近教主忙着灾区传教，不一定能收到信。画舫的银子是画舫的银子，我当初怎么说的？凡是在画舫工作的人，黑莲教包养老，每个人每个月教中都要给预存一笔银子，这种银子不能动，100万两银子需要想其他办法。早就听画舫的姐妹说，只有少爷将我们当人，跟那些客人完全不同，事事都为我们考虑。这一次百无禁忌，只要1个月内能筹集银子，什么办法都成。我这次来画舫，是因为你们接触的都是世家子弟，我想知道这些世家子弟都能拿出多少银子。少爷的意思是？没错，唯一的办法那就是老本行，抢，确切的说是抢人，也就是绑票。我靠，牛逼！这个有，对于这些世家子弟透露出来的消息，画舫都会汇总记录下来。你去把本子拿来，让少爷过目。3月5日，王文取醉酒透露，伙同舅舅吞下了10万石赈灾粮食，灾情原因，粮食一直涨价，10万石粮食那就价值30万两白银。曾公子暗中私贩盐铁，马公子制作假银票，偷真银票超过上万两。呵呵，看来不需要绑那么多人，最多10个人就够了，甚至还会超过预期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价值最高的王文曲现在就在手里。把这些人的资料和住址、平日活动时间全部整理一份给我，还有一会我们好好招待一下王公子。皇上，属下已经打探到云状元好像有动作了。哦，这么快就有动作了，说来听听。今晚云状元同太子一起进入画舫。哦，画舫啊！啊！混账东西，他怎么从皇城出去的？还敢去画舫？一会朕要好好收拾他。你接着说。属下偷偷跟着进了画舫，太子同王太师之孙起了冲突，云状元出手，跟太师之孙打了起来。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？让他筹银子，他却……莫非是河间州府贪墨赈灾粮食的案子？最近查的怎么样了？启禀皇上，该抓的人都抓了，就等秋后问斩。不过粮食至今没有下落，属下各种酷刑都用了，依旧问不出粮食下落。如果不是河间州府出了这个案子，赈灾粮食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缺口。以次充好，用掺杂了石头的陈粮换了新粮。当初若不是你发现的早，河间州府怕是要出大乱子。属下惶恐，只是粮食究竟去了何处，至今下落不明，线索到王文曲这里就断了。王家氏族盘踞河间社，物产丰富，没有确凿证据，属下也不敢贸然动太师府的人。你继续盯着虾仁，看他究竟想要干什么，不可能无缘无故接近王文曲。另外，崔半半带上鞭子，一会随朕去一趟东宫。奴婢这就去安排。朕看好你，莫要让朕失望。山贼的尽头是状元，状元的尽头是绑票。当虾仁手握世家子弟见不得人的买卖记录时，刚刚清醒的王文曲也成了他案板上的。你们对本公子干了什么？装什么装？刚才不是哼唧的挺好的吗？还能干什么？你能想到的，哥几个都干了。就喜欢你这样的小狼狗，得尽细皮嫩肉，到底不一样。不愧是世家出身，保养的就是好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我可以给银子，这件事绝对不能说出去，否则本公子杀了你们。精彩，真是太精彩了！你们几个还特意做了画。王公子，明日这些画要是贴满整个京城，你说得热闹成什么样？老子又不是变态，怎么可能真安排这种手段？不过都是伪装出来的。不过看他崩溃的情绪，应该是信了。兄弟们初来乍到京城，饥荒闹得厉害，实在是活不下去了。听说王公子仗义疏财，不知道能不能救济我这些兄弟。当然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今天的事保证会烂在肚子，绝对走不出这个门。
都是江湖上讨饭吃，我说话算话。你要多少银子？呵呵，我听说王公子伙同娘舅吞没了河间州府赈灾的10万石粮食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3天时间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给我30万两，少一文都不行。若筹不到银子，这些画册不光会贴满京城，这段长散3日之后，你会全身溃烂。当然，你可以报官，也可以告诉你爷爷。不过我警告你，一旦走漏了消息，你可别想拿到解药。有时候人死了不可怕，人死了还要身败名裂才最可怕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少爷，30万两他能拿得出来吗？万一真的报官呢？拿得出来，不报官最多30万两银子。他要是报官，拿出来的可不是30万两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本少爷该回去了。少爷初到京城，未来肯定要置办宅子、下人、丫鬟这些，我觉得就不用在外面雇人。知情在画坊从未露过面，今晚上的拍卖中止，我觉得不如就跟着少爷当个丫鬟，府里总得有人做饭。整个黑莲教，谁不想跟着少爷？比在画坊里面整天伪装轻松多了，还不用每天喝酒。答应，一定要答应啊！行吧，就你们俩就行。宅子我暂时没买，那交给你们去买，靠近皇城一点就行。少爷放心，这2天内，世家子弟以及富商公子圈子里出现了借银子的情况。听说了吗？王公子这2天在疯狂借银子，凡是认识的人被借了1个遍，哪怕是几两银子也不放过，光是手印就摁了几百个。不只是王公子，就连曾尚书家的公子、马将军家的驸马也在借银子，真是奇怪。可不是，整的这2天我出门都得绕路走，到时候不给的话，得罪人就惨了。少爷，杨管事把州府画坊凑的50万两银子送到了，这可是50万两银子，这么多画坊好几年的收入，你不会是想要自己出吧？放屁，少爷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去通知伙夫，就说我有急事找崔公公，让他抽时间到客栈见一面。少爷，您是打算？你听过一句话没有？创业的尽头是放贷。不懂。都是假兄弟，居然没有一个来赴宴的，银子不肯借我，现在才凑到10万两银子，明天就是第3天了，怎么办？哟，这不是王少爷吗？怎么记不得了吗？王少爷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是花公子啊，画坊一起喝过酒的。是，瞧我这记性，记着呢，一时半会没想起来。花兄，来喝酒。王兄不必客气，我听人说最近你在借银子。是啊，你有多少银子？我有20万两。快借给我。借给你可以，但是王兄，亲兄弟明算账，丑话我们得说到前面。您是太师之孙，保险起见，借据上需要盖太师印章。不可能。呵呵，我还没说完，你急什么？只是个保险而已，而且以王公子平日的花销，这笔银子你自己就还得起。哦，分期还款，按月还款，先息后本，本息同额。所以你让咱家放贷借银子给这些公子哥。比如王文曲要是借了20万两银子，按照民间借银子的规矩，最后需要还24万两银子，也就是付2成的利息，而且没有时间限制。可要是按照我的先息后本或者本息同还的办法，光是利息就有27000两，这要是还10年，不算借的20万两银子，利息就得还27万两，比本金都多。我尼玛，这虾仁比阎王爷还不是人啊！阎王爷无非是要命，虾仁不光要命，还要银子。你觉得王文曲借了银子会分几年还？5年左右吧。对了，崔公公，利息我们对半分，王文曲加上其他那些公子借的银子，粗略算下来，您1个月最少有2000两的收入，而且皇上给了我1个月时间，现在最迟3天就能凑齐100万两银子了。用银子去放贷绑票的人，短时间内不仅解决了筹齐银子的办法，最后还能大赚一笔。好，1个月2000两的收入，咱家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咱家要是早认识你，就是绑也要绑你进宫当太监。
然而在短短的几天内，虾仁的贷款生意却在世家公子哥圈子迅速火爆。前来汇报的花公子也将这个事情转告了虾仁。什么？你说贷款生意火了？估计是那群世家公子哥走漏了风声，不少人联系我，想要贷点银子，多的几万两，少的几千两，签贷款合同都是3年起步。不能搞了，从今天开始不准再贷给这些人，后续风险太大，而且画坊暂时也拿不出这么多本金。记住，接下来每个月按时催款，让从黑风村喊来的人什么时候能到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来的这些兄弟都是赌坊里面的，要账绝对是一把好手，而且那些公子哥都知道背后是宫里的大人物，借据上盖了章，保证不会赖账。不一定，信用体系完整就能承担得起利息，可一旦出现变故，这个体系就会崩溃。换句话说，后台不够硬，背后要是皇上来当债权人，那自然没问题。算算时日，我也该进宫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们了。拜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启禀皇上，云状元求见。哼，血滴子说这家伙去了一趟画坊后，就一直在客栈没出去过，估计是想不到法子筹银子，是来请罪的，让他过来。微臣虾仁拜见吾皇，吾皇万寿无疆，国泰民安，江山永存。不是，这小子怎么比咱家脸皮还厚？如此肉麻的话是怎么能说出口的？你来干什么？可是筹集赈灾银子遇到难题，当初是怎么跟朕保证的？朕给你1个月时间，才过去不足10日，莫非你要打退堂鼓？朕真是错看你了。坚持1个月时间，朕都会高看你一眼。不足10日，你好生让朕失望。我啥都没说，怎么就失败了？臣已经筹够了100万两银子。朕本打算重用你，现在看来……等等，你刚说什么？臣说已经筹够了100万两银子，这是银票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没眼力劲的东西，还不赶紧为朕的状元郎搬椅子！我操，无情！朕很好奇，你这银子到底是怎么筹出来的？莫非有人捐赠？罢了，不论用什么法子，筹够了银子就成。而且京城没有出现动乱，其他的朕不问了。这笔银子必须尽快让户部发下去，换成粮食运到州府。臣认为不妥，赈灾银子换成粮食，中间肯定会经过很多人的手。虽然有人盯着，可这个随便扣一点，那个扣一点，到最后也会大打折扣。微臣觉得，何不以工代赈，各州府号召灾民做工，凭劳作发放银子，这样一来，百姓有事干，州府也能强化建设。不可，百姓本就遭了灾，朕若是在大兴土木，届时天下如何看朕，势必会被万民唾弃。此事不用在意，朕意已决。看来皇上想过这个办法，只不过需要皇上来当这个恶人。银子筹够，朕说话算话。明日上朝，朕会任命你为詹事府管事，从四品监督太子读书。崔公公，晚点带云状元去东宫看看。奴婢明白。崔公公，最近怎么没见太子殿下？太子最近日子很不好过，你见到就明白了。咱家不能说太多，如今怕是只有你能救太子。太子殿下，虾仁，你说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？在虾仁筹集100万两银子，获得詹事府管事一职后，前来东宫看望太子的虾仁，也从崔公公口中得知，太子去画坊被禁足了。整整1个月，本宫贵为太子，可有什么用？真羡慕你们能随意出宫，想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。本宫整日只能在这东宫里面，不是看书就是挨揍。虾仁，你说本宫真是父皇的儿子吗？你们都下去，我陪着太子坐一会。崔公公你也下去，男人的事你不方便听。我操！骂咱家呢？是不是骂咱家？本宫到底怎么做才能让父皇满意？好了，殿下，人都走了，这里就咱俩，别装了，一会天黑可不好下去。你赶紧想想办法。父皇让我禁足1个月，每日抄写祖训100遍，本宫抄不完，根本抄不完。父皇今夜肯定要检查。虾仁，你是本宫唯一的朋友，你必须救救本宫。要不你带我私奔吧，这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
殿下别这么说，皇上也是为了您好，未来整个天下都是您的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臣自幼也是被揍大的，臣当时不只是被家里一个人打，要是跟您一样，臣早就不想活了。兄弟，我们怎么这么命苦？殿下，所以才要抗争，哪里有压迫，就要从哪里站起来。今天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天。虾仁一直陪着太子在屋顶上坐到了晚上，拿出在黑莲教讲课的态度，心灵鸡汤是一个接着一个。虾仁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本宫懂了。真懂了。父皇越是打压本宫，就说明本宫做的没错。啊，不是，合着劝了半天，等于啥效果都没有。你该不会是要造反吧？殿下，皇上也是为了您好，血浓于水，都是一家人。您不，本宫自然明白，所以本宫要发愤图强，让父皇另眼相看，让他明白本宫。不好啦，快叫太医，太子跳房了！不是让你劝太子殿下吗？你都说了些什么？太子要是受伤，咱家跟你没完。没什么事，最多骨折，时候不早了，明日还得早朝。太子殿下，微臣就告退了。身残志坚，太子加油！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。疯了，都疯了！家人给太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腿都摔断了，这一次居然没哭。从今日起，本宫就是爬，也要爬着来上朝，好让父皇看看本宫是多么硬的男人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云虾人，微臣在。自即日起，云状元担任詹事府管事一职，从四品，肩负督促太子读书事宜。皇恩浩荡，微臣感动不已，臣必励精图治，时刻督促太子读书。臣。皇上，虾仁虽高中状元，可臣观他战无战样，平日更是粗话连篇，一副是谨小人之样。担任詹事府管事一职，恐会影响太子品性，望皇上三思。我操！马御史所言句句属实。云状元品行不端，几日之前往返画舫之地，如此品性之人，只会害了太子。太子乃是储君，理应由得高望重的老臣指导。王太师学识渊博，为人正直，臣建议由王太师督促太子读书。不是，你小子什么时候得罪了这么多人了？我不过是被父皇一个人针对，但虾仁却被这么多人针对，怪不得虾仁昨日能说出那么多警示良言。云虾人，如此多大臣均反对你督促太子，朕很为难啊。不过你若能说服这些大臣，朕不仅准你詹事府管事一职，同时兼任户部主事一职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詹事府管事没实权，最主要的工作是督促太子读书。户部主事虽然只有6品，但可是实打实的，有权力在手里。老子他妈的祖安混了那么久，还能让你们这群人摆弄了？来，你是何人？你他妈刚说本官什么品行不端，出入画舫。本官是出入画舫，怎么了？你没去过画舫，你他妈敢说吗？烂皮燕子的，没去过画舫，你敢说吗？这位大人不说话，那我当你默认了。皇上，臣要参此人一本，表里不一，信口开河，意图挑起臣同皇上关系。臣认为必然是受了外族指使，其罪当诛。你什么你？本官难道还能说错了你？有本事你当着皇上的面发誓，你敢说你没去过画舫？马御史，你可去过画舫？臣去过。身为言官，朝堂之上信口开河，自己都去过画舫，你指责虾人什么？来人，拉出去打10大板！这位大人，您刚才参本官什么？你不要过来啊！哦，臣记起来了，皇上，此人表里不一，品行有严重问题。臣那日去画舫见过这位大人，太子殿下可以作证，当时抱着一位姑娘在角落里面啃的就是你吧？最后抱着钢管起舞的也是你吧？我求求你了，别废话了，行不行？臣该死！臣那日是被同僚邀请，皇上，臣平日严于律己，从不会出入烟花之地，臣该死。好，当真是朕的国家栋梁。好啊，你们一个个都好得很啊，不用虾人一个个问了，谁都去过画舫，自己站出来。
果然就没一个好东西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参我的世家官员。平日里你们去何处，朕不管，但现在灾情严重，各州府百姓吃不饱饭，流民四起，尔等竟有心思去画舫寻欢作乐，全部拖下去，拿5大板。另外，刑部尚书全部记下来，大灾当前，只顾享乐，每个人减半年俸禄，罚1000两白银。谁要是不缴银子，从重处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果然还是抢来的快啊！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殿下，如今应该没人反对臣督促你读书了。朕允你詹事府管事一职，督促太子读书，但并非没有考核，每月同所有世子一起参与月考。若太子成绩还是垫底，你下去之后打听打听，以前的詹事府管事如今都在何处。退朝。啊！连公主都不如，每次月考都是倒数第一，稳定的一批。殿下，您能告诉我，从8岁开始，您是怎么保持如此稳定的成绩？8岁的算课，现在还在学，留级了10年。下人也了解了太子每日的学习时间，早上4点起床，一口气扛到半夜12点。太子功课会不会有进步？下人心里不清楚，但他整不好会猝死。马德一天就睡4个小时，比特么流水线战神都可怕。太子，您近日耽误很久，几天没来课堂。从今日开始，老臣会抓紧时间，今日所学算课。云状元，放学开饭了吗？殿下，快走快走，一会跑最后的，饭菜都不香了。二舅，常太傅，您接着讲，我在听。你若再是如此，老夫必禀告皇上，革去你詹事府管事一职。如此秉性，究竟是如何考上状元的？科举试卷所答题目堪称完美，还以为是个苦读书的人，没想到幻想跟现实差距会如此之大，根本不像是个读书人。好不容易扛到了正午，到了吃饭时间，居然还不能离开课堂，由下人将饭菜送进来，吃了继续上，而且还需要给太子补功课，这让下人一下子坐不住了。常太傅，微臣觉得不妥。你有何不妥？并不是您教的有问题，而是太子学习的这个时间有很大问题。微臣敢断言，如此继续教授下去，未来太子课程必然不会有任何提升，甚至会下落。胡言乱语！当初皇上、太上皇均是如此寒窗苦读过来。常太傅可知我如何学习？能高中状元，必然是鸡鸣起身，深夜入睡。非也，微臣4时起床，洗漱完毕，吃完早饭，会沿着村子长跑，回来后看1个时辰的书，中午午睡1个时辰，起床大概在未时，然后会教授村子孩童，傍晚会继续看书，一直到晚上亥时，然后入睡。按你这么说，每天哪有什么时间读书？臣以为读书一事，越是抗拒，越是读不好，因材施教才是王道。如今太子对读书很抗拒，上1个时辰讲过的东西，他又能记住多少？任何事都要讲究效率，下死功是无用的。天下读书人何止千万？太傅难道没意识到寒门出贵子的几率有多大？死读书不如不读书。下官斗胆，由臣来教授太子，为期1个月时间。月考之时，太子成绩若还是倒数，下官自然会禀报皇上，请求处罚。但这1个月期间，任何人不得干扰下官授课。望常太傅能答应，反正次都是倒数，不如让臣试一试。才施教，对症下药。当下人提出死读书不如不读书的理论，想要亲自教授太子时，就连一向执拗的常太傅也动摇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。因材施教，此言倒是颇有些意思。不过太子自幼顽劣，加上皇后早早去世，当初边关告急，朕御驾亲征，对他确实少于管教，否则也不至于如此。太傅，你怎么看？或许云状元所言是对的，老臣努力如此长时间，明显能感觉到太子厌学，长此以往下去确实不妥。1个月时间，不如让下人教授，说不定真的有改观。你说呢？好，朕允了。1个月时间，朕不会限制太子出宫，全权交给下人授课，就劳烦你走一趟了。不过下人行事同读书人完全不同，
或许是出身低微缘故，更加注重结果，从不在乎过程如何。太傅如今世家对朕掣肘过多，想要改变此局面，或许虾仁能成为朕手里的一把刀。不过臣担心未来虾仁会不会在朝堂上只手遮天，尤其是太子继位之后。这一点朕也想过，拉拢虾仁的办法有很多，现在就看太子死事能否办成。如果办成，就可以开始考虑这件事了。殿下，皇上答应了微臣的请求，1个月时间，皇上不会限制您出宫了。好好好，本宫做梦都没想到父皇真的同意了。殿下，没什么事的话，属下先回去了。来都来了，你晚点再回去。来来来，大家共饮一杯，本宫明日就将铺盖搬来，同你们一起住。这属下怎敢跟殿下坐一个桌子？哼，让你坐你就坐，本宫是那种人吗？赶紧坐下，再推辞，本宫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虾仁，一会我们出宫去哪玩？微臣知道太子喜欢戏剧，几天前特意安排好了，一会就带殿下去欣赏欣赏今夜的剧本，保证太子会喜欢。这部戏叫什么名字？或许本宫曾经听闻过。叫求官人今夜陪我。此戏剧必然非常大胆，我们赶快出发吧。出发前咱们得乔装打扮一下，不能让其他人认出来我们身份。就连戏服都准备好了啊！真实，太真实了，就依你了。虾仁，你说的地方就是这里吗？就这里可以了，等会就会开始了。李兄，你找个位置蹲下就可以，莫要打扰别人表演。今天晚上我们看的是情景剧，我们是观众，同时也是演员，明白吗？嘿嘿，明白明白，放心吧，我绝对不打扰别人。云状元，你不好好教授殿下课业，反而带过来灾民区干什么？此时太子还被蒙在鼓里，虾仁带着太子来到了西市灾民的区域。白天大部分城内画舫、青楼，甚至是世家府内，都会在这里选人。晚上在这里，甚至能见到很多颠覆三观的事情。这就是虾仁想要为太子上的第一课。你和皇上都不了解太子读书需要天赋，那你觉得太子笨吗？自然是不笨的，我曾经看了殿下写的那些剧本，他这个年纪连剧本都能研究明白，怎么可能笨？只是方法不对。至于授课，我除了算学之外，自己也教不了他什么。哎，那你来这里是？我且问你，当皇上是需要很高的文凭吗？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在我看来，就算皇帝文化水平很低，也同样能干的名垂千古。像那些世家子弟，读书读的是很好，但是有用吗？让这些人来当皇上，不出一代人，必定亡国，何不食肉糜？是一个道理。脱离了百姓，如何能当好皇帝？所以你带殿下过来的目的就是……你这人真有意思，我终于明白皇上为什么会这么看重你。刚刚那些大不敬的话，我就当做没听到好了。都找找看有没有不满10岁的，直接埋了。最近老爷要招待贵客，就喜欢这样的。侯管家放心，昨日又涌进来不少灾民，拖家带口的，里面一定有让老爷满意的。里面太臭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办事麻利点。一旁坐着的李家泰好奇看着那几个人，完全不明白要干什么，但如今他也看出来了，虾仁带他来看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求官人今日陪我，这附近明显是灾民，不少人都在哀嚎哭泣。抬起头，老子找你有好事，让你女儿抬起头来。大爷，我不卖女儿。大爷，我不卖女儿。哼，谁问你卖不卖女儿了？抬起头，让大爷先瞧瞧。瘦是瘦了点，8、9岁差不多，模样赞周正。怎么样，想吃吗？白天就一碗能看到底的稀粥，跟水差不多，敢说自己不饿。行了，这是你女儿吧？大爷，我再问你一遍，卖不卖？这里是2两银子，你要是卖，银子就是你的。2两银子，明日你能好好吃顿饭，甚至还能给你后面丈夫买点药，孩子还能再生。人要是没了，就你这个女儿，就是不饿死，也会被人卖到青楼。
你女儿跟着我们是去大户人家当丫鬟，我们家老爷是官，每天吃饱穿暖。要是老爷喜欢，你们一家可就发达了。好好想想吧。不行不行，大爷，求求你们了，我们一家人逃灾到这里，4个孩子就生这一个女儿，我们不能卖。我看你这丈夫像是得了病，再没有吃的，明日就得饿死。每天一碗跟水一样的稀粥，根本坚持不下去。这炊饼你不想要了吗？想要。衣服敞开，大爷我看看。哼，卖女儿你不卖，干点别的也不愿意，全家老小就你一个身体好点的，莫非你要看着你那个丈夫饿死？哦。你是人吗？他们一家都这样了，你不光要买人家女儿，你还要……老子跟你拼了！和我想的一样，对陌生人能有同情心，足以说明太子秉性并不差。少爷，那我们先不管，让太子自己处理。妈的，哪来的叫花子，也敢打我们？狗东西，老子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女儿卖不卖？再不卖，信不信你全家今晚都得死在这里？娘，我跟他们走。你卖了女儿吧，哥哥死了，弟弟妹妹都死了。娘，卖了女儿，你跟爹能吃饱饭。女儿一定能救你们。呵呵，这不就对了？大爷带你女儿是去当丫鬟，又不是青楼画坊，你们怕什么？这是3两银子，拿好了，够你们一家吃几天饱饭。一个瘸子，你也敢打我们？我看你真是活腻了。去吧。李兄，没事吧？官府不是每天会发放赈灾粮食，你为什么要卖女儿？而且官府不是有免费医馆，为什么不带着你丈夫去看？妇人看着眼前的人，皮肤白皙，气血丰盈，根本就不可能是灾民，连忙将女儿抱紧。求老爷饶过我们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明日就离开京城，求老爷饶过我们。王虎，把这一家人带走，让杨管事找个大夫看看，顺便安排点活给他干。还有，晚点把那个管家跟这2个畜生一并带回去。我知道了。我们走吧。我这里有银子可以给他们。殿下，今夜你给了银子，明早他们一家人就死定了。周围这么多人盯着，这银子他一个妇道人家，留不到明天天亮。走吧，今夜就这样了。殿下若是想看，每日晚上都可以来。深夜，众人回到出门前的客栈，李家泰始终低着头。今晚上的事情对他冲击很大，2两银子就能买一个人，一个炊饼就能逼迫妇人干那种事，这跟他一直以为的大江朝完全不一样。东市那些读书人，动辄就是10几两银子一壶酒，在画坊内一夜花费几百两，甚至几千两都有。为何到了西市这边会变成这样？殿下，那名管家如今关在柴房，有兴趣一起去问问吗？有。本宫要去问问2两银子一个人究竟是谁定的价格。虾仁你知道吗？东宫一道菜采购就不止2两银子，难道一个小姑娘才值2两银子？本宫想不明白。大江朝虽然经历大灾，可国力应该算强盛，为何百姓过得这么苦？父皇难道不知道吗？放轻松，殿下您觉得天下最值钱的是什么？最不值钱的又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最值钱的是人命，比如世家子弟、官员，还有您这些人的命很值钱。别说2两银子，就是成千上万两银子也不可能买到。但最不值钱的也是人命，一个炊饼1两银子，甚至一口吃的，就能在这些灾民里面换个水灵的姑娘。那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？很遗憾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一个现实。灾情过后是另一个真相。在虾仁带着太子亲身经历灾情区后，才发现所谓的国力强盛都是假象。而与此同时，众人也来到了柴房中，等待着揭开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真相。姓名？你们是什么人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敢抓我，你们不想活了是不是？哟，王虎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少爷问你什么就答什么，多说一个字我就给你一拳。
我要弄死你们！别让我难做，能不能好好回答问题了？姓名？侯老六。性别？哦，少爷，男的。年轻人不讲武德。家庭住址？东市永兴坊太师府。王太师府上的管家，呵呵，真是意外之喜呀！说吧，谁让你来买人的？不，让你主动交代，就是给你一次机会，实话告诉你，你干的那些事，真以为没人知道吗？我说，是太师吩咐，太师近日宴请诸多大臣，需要这些小姑娘进行服侍，所以派遣我去购买一些灾民。好汉饶命啊，都是太师吩咐的。太师府很缺丫鬟吗？你说，就算不够用，也不至于去购买这些灾民吧？殿下，太师府自然是不缺丫鬟的。既然不缺丫鬟，那为什么？唉，殿下你有所不知，属下听闻。玩？真有人会这么玩？殿下何止会这么玩？有些人不光玩这种小姑娘，男的也很抢手，尤其是细皮嫩肉。恶心！卧槽，反应这么大吗？虾仁，你说王太师一把年纪，那些大臣都是读书人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殿下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很正常。以后慢慢您会习惯的。表面越道貌岸然的家伙，背地里越是肮脏。您看微臣就不会，微臣从不会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真实是微臣的写照。哦，少爷这吹的牛逼！殿下是不是很想救这些灾民？当然想。救灾需要安置帐篷，购买粮食，生病需要抓药，灾情过后需要安置这些人返乡，提供种子以及足够坚持到粮食丰收的时候。太子觉得需要多少银子？这怎么能算出来需要多少银子？这不是巧了吗？臣这里有一失传的算学之法，只要太子熟练掌握，未来想要算明白这些根本不是问题。真的吗？殿下附耳过来，微臣悄悄告诉你。好了，我得开始认真了啊！听好了，一得一，一二得二。你现在随本宫一起入宫，本宫要回去面见父皇，亲自将今晚的事情禀报。殿下，皇上此时应该在处理奏折，而且天色也晚了。你不去，本宫自己去。殿下。让我进去，谁敢拦我？你不是跟着虾仁出宫，真正好如了你的意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莫非是要反悔？父皇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啊！太子慎言，皇上，太子今日想必是累了，时辰不早了，奴婢送您回东宫休息如何？你放开本宫，本宫不累，相反，本宫现在清醒得很，我为何不能说？做错了，难道不能说？放开他！出怪事了，还从没有人说过朕这种话，朕如何让你失望了？你细细道来。父皇可亲自出宫去看过，如今灾情究竟如何？儿臣今夜亲眼目睹之后，才知道一切都是假的。父皇，2两银子就可以购买一个小姑娘，一个炊饼就能让一名妇人褪去衣服。赈灾粮食呢？每日不是都有赈灾吗？为何会这样？是虾仁带着你去的。不错，云庄园为了让儿臣亲眼看到真实场景，特意更换了一身破烂衣服，否则的话，怎么会发现真相？父皇，您可知道是谁派人购买那些小姑娘，又会遭遇什么后果？说完了吗？既然如此，这个位置给你来坐，你让朕看看你能如何处理。最后的最后，是分不清现实的真实处境。当李成明指着龙椅上数不清的灾情奏折时，就连很少接触过朝政的太子也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。怎么敢质疑朕让你失望了？那你自己来干，不会让朕失望，你能行吗？殿下，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，皇上又如何不知？如果上次没有云状元带头，那些大臣最多捐赠几百两银子。面对那么多的灾民，几百两银子有什么用？灾民根本吃不饱肚子。
这里是京城，吃不饱肚子，最起码还能有的喝一碗稀粥。其他州府很多人可连一口稀粥都喝不到。看到一点不平事就敢来质疑朕，没脑子，国库空虚。朕来问你，你能怎么办？世家把持粮仓，败价而沽，你能怎么办？抢吗？这个江山不要了，抢了发给灾民吗？胸无点墨，身为太子，你若是真有本事，那就拿出真金白银来，从那些世家手里把粮食掏出来，这才是本事。岛屿书房大喊大叫有什么用？下去吧。皇上息怒，都是虾仁这小子，好好的他带太子去看灾民干什么？奴婢明日就好好说说他，他是要教授太子课业，其他的，知道心疼百姓了，知道未来江山是自己的，知道着急了。血滴子，属下在。传令下去，从明日开始，每天改回施粥2次，插块不到合格。若有人要是中饱私囊，你知道该怎么做的。属下明白。至于购买灾民幼童的事，朕给你时间，找出真凭实据，给朕一个答案。你干嘛？快起床，别睡了！我操！殿下，睡眠不足对身体不好，让我再睡会。别睡了，本宫找你有事。烦死了！所以这就是殿下来的目的。你能帮父皇筹到100万两银子，就一定能筹到更多。虾仁，你要帮帮我。好家伙，连尊称都不用了，不是才搞定你爹要的100万两银子，至今本金还没收回来呢，你又要搞钱搞粮。殿下，赚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微臣希望您明白这一点。比如客栈的一个店小二，辛苦劳作1个月才2两银子。哎，是这样吗？不过殿下，微臣别的本事没有，要说赚钱，那绝对是一把好手，但微臣有条件。哦，什么条件？很简单，昨日微臣教给您的乘法口诀，您什么时候背过了，微臣就带您去看看怎么赚银子。要是明天背过，那就明天再开始。王虎，你监督李少爷，不准舞弊，跟黑风村那些人一样，什么时候背过，到画坊找我。OK。事情走，去画坊吃饭。昨天听了一遍，压根就没往心里去，现在怎么办？那个，能不能提示一下？本宫忘记了。哦。当初黑风村咱们背这东西，少爷可狠着呢，谁敢提示一下，缠整个黑风村茅坑7天。最过分的是，少爷给那些人下药。赶快想，你要是背不过，晚上少爷骂的可是我，里面味道辣眼睛，相信你很快就能想起来。一得一，就提示你一句。按照我设计的戏院图纸，1楼坐票足够容纳500人，以及上面的雅座，加上站票的话，容纳1000人，绝对没问题。2楼则是饭馆，围着戏台一圈，可以边吃饭边看戏，预留出10个豪华大包厢。3楼是重点消费区域，也就是青楼，跟客栈所在的楼层同以往画坊不同。将这里全部设计成包房模式，搭建各种不同类型情景剧，女刺客、女大夫、学妹，就这个布置还不秒杀京城的所有青楼。哦，不过少爷，画坊这里需要有人看着，我这里实在走不开，是不是再派个人去那边守着？人选我有了，你们不用操心，我让太子过去盯着，他负责统筹，花费什么的都让太子来登记，人员也让太子管理。哦，太子啊！啊？太子，对，不用太当回事，就当他是个普通人就行，正好锻炼锻炼他。不愧是少爷啊，才来京城几天，就跟太子钻一个被窝。少爷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们以后开的戏院背后是太子罩着，到时候需要借太子名头宣传吗？这要是宣传一波，必定会火爆京城啊！少爷居然来了！溜了。幸亏跑得快，跑得再慢点，裤子都得让这些老娘们扒了。马德，等戏院建起来，让这些老鸨全部去上台表演，一天天正事没有，光想着扒我裤子干什么？
何止是老鸨，整个画舫内的姑娘们，谁不想扒了少爷的裤子？少爷，你回来了。怎么了？这是中暑了吗？晕屎没什么大碍，少爷，当初我们都经历过。啊！哎呀，完了！当初这个办法是对黑风村那些不服管教的山贼，让你监督太子背惩罚口诀，真给人家整毛子去了。那背过了吗？自然是背过了，在里面憋了1个时辰，现在都能倒着背了。8、9多少？72。6、7呢？42。哦，既然惩罚口诀背过了，那答应你的事情肯定能办到，只请你来看家。李兄，我们走吧。去搞钱吗？对，去搞钱，回头再给你布置作业，后面凡是规定时间内能完成我的要求，我就带你干一票。虾仁，你不会是要带着本宫抢银子吧？怎么可能？那种低级买卖，微臣自然不会干。接下来我会让殿下明白状元的尽头是什么。重塑自身，破局开始。当背出惩罚口诀的太子想要虾仁带着他筹集银子赈灾的那一刻，太子最终还是走上了和虾仁一样的老路。成为状元是为了绑票。银子呢？侯管家呢？先看银子，你们侯管家现在人很好，银票若没问题，天黑之前就会回家。你们催得太急，3000两凑不够，只有2700两。堂堂太师府内的管家，连3000两银子都凑不够，你跟大爷开玩笑呢？别欺人太甚，我爹是太师府管家，你们真是活腻了！敢绑架太师府的人，信不信我只要报官，你们一个个都得死！报官？那你去报吧。侯公子，此事既然交给我来办，你就别多嘴。侯管家在对方手里，先保证人没事。道上有道上的规矩，他们只要钱，一旦报官的话，那就是要命了。你难道要看着你爹死？诸位好汉，在下是京城老九，在江湖上有几分薄面，同侯管家也是至交好友。如今日子难过，大家都明白，可实在凑不出银子。这样，我个人添100两银子如何？2800两不少了，放侯管家回来怎么样？你们放心，绝对不会报官。不行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我们青龙帮办事向来如此。不过2800两银子加上那家伙手里的佩剑，就可以放人。我给，我这就给。卧槽，不是抢银子，这特么是绑票啊！不过这也太刺激了。京城老九是吧？山不转水转，咱们有缘再会。不过回头告诉侯管家一声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日后要是还敢这么干，可就不是3000两银子这么简单了。天黑之前，太师府后门，侯管家自然会出现。我们走。殿下，这2000两给你，其余800两，王虎分100两，微臣拿100两，最后600两，微臣已经吩咐购买乘粮食，明日在客栈门口施粥。不得不说，这感觉刺激！虾仁，咱们什么时候干下一票？殿下，时辰不早了，该休息了。接下来需要背的功课，微臣一会就给你安排。还是那句话，殿下什么时候背过，微臣带着您继续干下一票。皇上，自从过去大半个月后，太子殿下就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每天天不亮，卧房内就会传来读书声，不仅爱上了读书，同样爱上了收集一些匕首、锥子之类能藏在身上的武器，还偷偷锻炼身体，扎马步、打拳。哦，难道真是因为外面的灾民，所以才会幡然醒悟？天佑大将，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假以时日，太子殿下必定能一飞冲天。哼，现在知道用功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李成明虽然冷哼贬低了一句，但嘴角忍不住浮起的笑容压都压不住。虾仁最近在干什么？启禀皇上，据属下的人传来的消息，云状元最近在带领灾民找活干。哦，找活干啊？啊！胡闹！他没有实权，谁给他的权利指派灾民干活？他要干什么？
皇上，您忘记了，当时您准了虾人户部一个职位，确实能指挥灾民。那也不行，他人呢？给朕把他叫来。皇上息怒，属下听宫里的猜满说，为云状元工作的灾民每天都有工钱拿，是给钱的，不仅给钱，还管饭。这件事，太子殿下似乎也在其中。莫非是当初和朕说的，以工代赈，安排灾民干活的同时，通过劳动也能吃饱肚子，同时付工钱？但问题是，各州府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地方需要建设？你俩随朕亲自出宫，顺便看看京城灾民如何了。此时，东市左右全是青楼的一条街上，不少灾民百姓正卖力搬运着各种盖房用的木头，周围店铺老板凑在一起，看到这一幕，冷笑连连。听说了吗？我开饭馆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铺张浪费的老板。一根木头2个人就能开动，在这里居然8个人干，咱们都是想着怎么省银子，他倒好，生怕银子花不出去似的。照这样下去，开业最多半月，这戏院必定倒闭。投入如此之大，不赔死他才怪。正经工匠不用，非要用这些灾民。听说中途还弄坏了不少东西呢。每日正午管饭，竟然还有肉，笑死人。与此同时，李成明同崔公公从灾民干活的工地跟到了吃饭的地方，他们望着这一幕，面面相觑，听着这些灾民的议论声，清一色都是对虾仁和太子的好评。而在周围转了一圈后的血滴子回来报告，1人3个馒头，1天2顿，还顿顿都有肉。晚上干完还能领工钱？不是，就是再有钱也遭不住这样消耗啊！这银子难不成是刮大风过来的？哼！你在暗中继续盯着这里。另外，崔公公去找2身灾民衣服，朕亲自去看看这些人是不是灾民。刑部侍郎小妾怎么样？本宫觉得有搞头。听说这家伙很喜欢这个小妾，索要2000两应该没问题。殿下，咱几天之前采访了人家刑部侍郎老丈人，你不能逮着一个薅啊。那户部呢？你不是在户部任职，户部有人比较适合绑吗？银子少点也行，本宫不挑，500两咱就能干。人真是不逼自己一把，都不知道自己潜力上限在哪里。这大半个月时间，自己出的题目越来越难，最后逼得连大学微积分都整出来了。那么复杂的公式，结果你一晚上就背过了，以为你是个学渣，这分明是个学霸啊！简单到极致，便只剩暴力。当大江太子发现绑票是获得赈灾银子最快的方法时，虾人也终于反应过来，眼前的太子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户部看来也不太行，京城那些大户人家我们都绑过一遍了。有了，本宫这里有个绝佳的人选，本宫三姑的驸马，你觉得可以吗？三姑当初出嫁嫁妆应该不少，绑了她的驸马，最起码能开口5000两。别，殿下不能再干了！你出去到街上瞅瞅，虽然每一次都蒙面，可咱几个的通缉令都贴满了京城，而且大户人家都有提防。那我们怎么来银子？不如半夜去抢怎么样？看来太子第一次用银子救助灾民后，做好事就做上瘾了。如果不是劝他以工代赈，能节省一部分银子，估计早就从绑票改成抢劫了。如今灾情已经缓和了不少，官府赈灾1天也有2顿粥，微臣觉得可以停了。更何况赈灾没有这么赈的，咱就是有再多银子，这样贴补下去也不够。再有1个月时间，戏院应该建好营业了。殿下，这是一份合同，您看看，如果没有问题，在后面按个手印。本宫每个月可以分润2成，这不太好吧？戏院的剧本表演，届时需要您指导，分2成不算多。殿下，咱们该洗白了，再继续绑下去，臣早晚会暴露的。而且灾情过后，京城的大部分灾民会返乡，微臣官职就这么大，能力实在有限。微臣要是京城府尹，那就不同了，京城大小事情，微臣均有决断权。殿下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是不是在暗示我啊？问题我也没办法。要是建议父皇提拔虾人，别说京城府尹，估计立马就能给虾人贬到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了。行了，微臣带您去看看戏院地方，马上就要月考了。殿下，微臣能否留在京城，可全靠您了。啊！不是，你俩怎么跑戏院工地来了，还跟灾民混到一起干活？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！臣罪该万死，都是臣的主意，跟太子没有任何关系。
不，父皇，都是儿臣逼迫虾仁这么干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您要是责罚，儿臣一力承担。这兄弟没白教，有事真上啊！哦，不，殿下，微臣身为詹事府管事，有监督您读书之责，都是臣的错，臣没有照顾好您。皇上不要惩罚太子，他还是个孩子，要惩罚就惩罚臣，臣为了太子无怨无悔。云大人，太子殿下。行了行了，别在朕面前演戏了，坐吧。功课可有落下？过几日就是月考，军前无戏言。你若是继续垫底，朕说到做到，革去虾仁官制，贬为庶民。儿臣绝不会垫底。哈哈，希望你说的是真的。说吧，赈灾花费如此多银子，究竟是哪来的？怎么？莫非要让朕派遣血滴子调查京城内发生了何事？从不会瞒过朕的眼睛。如今让你们说，是给你们机会。血滴子隶属于皇上的特务部门，不仅是京城各州府，甚至在草原部落里都有安插的人手和卧底。京城这么大，只需要仔细打听，自然会发现异常。都怪太子，老子早就说别绑了，别绑了。现在有一个算一个，基本上能说上名号的官员，谁家里人没被我们绑过？回禀皇上，赈灾银子均是抢来的。好你个虾仁，有这种好事居然也不告诉咱家。哦，怎么抢来的？说来听听。皇上，是这么一回事，一切要从王太师府上侯管家买灾民的事情说起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想过你俩赈灾这么久，应该抢了不少人银子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凡是京城的世家，一个都没放过。从今日开始，一直到月考，你不得出宫。还有你，怂恿太子作恶，虽是为了赈灾，但也是作恶。待月考过后，朕再处理你。回宫。放心，皇上没有当场处理你，日后自然也不会。相反，云大人，你怕是要高升了。皇上今日对你管理灾民很满意，中途夸赞了好几次。咱家觉得太子成绩若是不差，云大人，你可能要委以重任了。重任不会是京城府尹吧？卧槽，会不会跨度太大了？那得赶紧从黑风村调集人手，那些山贼干不快，应该也没啥问题吧？朕怎么没想到可以用这种办法来银子？你通知安插在齐国的其余血滴子，秘密用虾仁的这个办法绑一些官员家属，甚至是皇亲国戚。记住，把面罩和制服一同送过去。按照虾仁说的，切记不要留下把柄。若是筹够了银子，朕准他们回国任职。属下这就去安排。不是，皇上这是准备到邻国去绑票吗？而且虾仁一个状元，绑票经验怎会如此丰富？现在的状元都这么全面的吗？月底考核在进行中。当诸多大臣在考场外监督今日月考的同时，正在偷懒中的虾仁也被其他大臣都看在了眼里。太师，下官看这个虾仁一直后面打瞌睡，看来是对太子并无信心。这一次月考，太子就算不是垫底，恐怕成绩提升也不会太大。何止这个月虾仁带着太子去了春画坊19次，几乎日日必到，一会等考核结束，看皇上怎么收拾他。身为管事，居然带着太子去青楼，简直有辱斯文。包括王太师在内，所有官员都不看好太子能考出好成绩，而这些话都被一旁的李成明听了进去。云虾仁，皇上，朕问你，教授太子1个月时间，你觉得这一次月考太子成绩提升如何？提升不大，也就考个第一。呵呵，听到了吧？也就考个。此话一出，詹事府空地上，满朝文武陷入沉默，就连李成明也没想到虾仁敢当众口出狂言到这个程度。
皇上，臣要参云大人一本，信口雌黄，蒙骗天子。太子往日成绩如何？大家有目共睹，你竟敢口出狂言，该当何罪？上一个参本官的坟头草已经5丈高了，你是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哼，本官御史臣。好了，名字不必说出来，本官记不住，参本官的人太多。你本官。陈御史，既然你说本官信口开河，那这样如何？敢不敢当着皇上的面跟本官赌一赌？太子要是月考第一，你辞官隐退；若不是第一，本官被贬为庶民，愿意到你府上当个下人，如何？你敢吗？本官为人正直，从不跟人赌博。哟，你这个。皇上，臣绝对没有信口开河。太子聪慧，自臣教授太子开始，一度惊为天人。谁若是不信，臣愿意立下赌约：若太子不是月考第一，臣甘愿受罚。太子聪慧，惊为天人，简直可笑。臣愿意赌了。太子若是月考第一，臣愿意辞官回家。加上臣一个，云大人如此自信，本官不信，跟你赌了。随着越来越多官员站出来，李成明的脸色逐渐阴沉下来。如此多世家官员居然都不看好太子。好，既然如此多人不看好太子，那朕今日就破例，当议会见证，赌约全部成立。崔公公，奴婢在。刚才那些官员说要辞官的，一个个全部登记下来。朕想来说话算话，太子若真考了第一，可别找朕求情。刚才站出来的官员全部傻眼了，恨不得当场抽自己2耳光，都被虾仁一番话冲昏了头脑。太子是什么人？皇上的儿子，未来的皇帝，当着皇上的面贬低太子，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？一帮傻逼，就差指着皇上的鼻子说你儿子是个妥妥的废物。从这一刻开始，现场不论是官员还是周围的太监宫女，一个个紧张盯着靠桌上的太子。不少人发现，太子今天跟以前月考时候完全不同。难道真是老夫错了？虾仁说的都是真的。要真能让太子幡然醒悟，詹事府管事一职或许有些低了。不过此子确实不是什么好人，竟敢在外面冒充老夫外甥。太师，我怎么感觉不对啊？太子这个样，为何跟以前差距这么大？卧槽，那我岂不是完犊子了？哼，稳住！会赢的。虾仁这小子说赌的可是第一名，想要拿到第一，哪有这么容易？本宫答完了，常太傅不知可否提前交卷？本宫实在是憋得慌，想要去方便一下。哦，试卷答完了吗？那准了。很快，李成明和2位当世大儒一同开始查看太子试卷，周围众多官员一个个心顿时悬了起来。会赢的，我等也是读书人，题目有多难，大家心里应当很清楚。对，若是拼命学1个月就能月考第一，那我等寒窗苦读10年不就是个笑话了？好，王太师，此试卷可得月考第一。确实可以。啊？不对，还有其他人的试卷没看，万一有能超过太子的呢？哼，朕做事向来最为公道。既然如此，崔公公把太子的试卷发下去，让诸位大人都看看。不少官员接过试卷看后，一个接着一个晕了过去，题目答的都全对，还怎么反驳？怎么了？这是今日天气也没那么热啊。被学霸吓晕的呗。昏迷的都拖下去，发一笔返乡银子，派人送回老家。太子进步神速，虾仁功不可没，到前面来。微臣不敢居功，能有此成绩，均是太子努力的结果，也是常太傅平日里的教导。若没有这些，微臣就是有再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1个月提升如此之多。哼，朕说话算话，詹事府管事一职，你继续担任，从今日起设立太王府。刚回来的李家泰目瞪口呆，愣在原地，周围的官员同样愣住。太子开府之后，就能募集自己的幕僚，真正参与朝政了。我呢，我的京城府尹呢？不过太子以往顽劣不堪，如今虽有改观，仍需保持本心，所以太王府设立在永乐坊。虾仁教导太子有功，从今日起取消户部职位，此御史一职，担任永乐坊方正。什么情况？这是？朕罚了，虾仁尽快去上任。不是，方正是什么职位？二舅，你知道吗？
老夫不是你二舅，不要乱叫。哦，哎，那个方正是什么职位？京城设立108方，共有108位方正，同属京城府尹管辖。确切的说，是方正五品。哦，方正五品啊，没有品，那不就是吏？不错，但虽是吏，可方正权力很大，无论是治安、建设，均有权力管辖。多的我不能说。殿下开府在长乐坊，皇上奖励你御史一职，同时让你管理长乐坊，其中意味你自己想想。完了完了，虾仁，本宫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京城所有坊中，就这个长乐坊治安最差，环境最差，居民最穷，连个像样的府邸都没有。本宫怎么开府？重新盖吗？啊！是晋升还是贬级？当血滴子说出方正是五品官职，暗示虾仁未来要辅佐太子的同时，虾仁送往黑风村的书信也是到了自己父亲手中。这是升官了吗？不是，这个升官速度是开了吗？信封里馅儿都说了什么？那些官员没为难他吧？谁要是为难的，让他列个名字出来，派人去全部弄死。倒也没说什么，就是。不愧是少爷，马上要晋升京城府尹，还攀上了太子，皇帝也对他非常信任。好，好，好，管着整个京城的官吧。那大当家的，咱要是搬过去，那不是想抢谁就抢谁。滚滚滚，就知道抢！少爷能当上京城府尹绝对不容易，而且就王虎这一个憨货跟着，咱们有点不放心。不错，虽然说黑莲教在京城有画舫，可那都是些骚蹄子，能办什么事？大当家的，咱是不是派些人手去帮少爷？大江朝沿用前王朝官员建制，而京城府尹管辖着108个坊。夏儿拿到这个位置不容易，能安插不少人手在重要位置上，暗中培养力量，是应该派人过去帮帮他。娘，您对京城比较熟悉，我们该派多少人过去合适？要说对京城熟悉的程度，老太太绝对有发言权，毕竟从小就是在皇宫里面长大的。这样安排150个人过去，算上捕快、捕头以及方正的位置，能安插不少我们自己人。自己这个染上毒瘾的孙子，原来一直在为宏图霸业做准备，这个年纪就坐上京城府尹位置，倘若干得好，未来甚至会成为封疆大吏。虽然里面掺了点土匪血脉，但孙儿也是有皇室血脉的，到那个时候何愁大业不成，复国有望。谁家这是吃屎了？没地方拉屎到我们家门口了，别让老娘看见是谁，皮燕子给你缝起来。掉地上了，就是我们带缝的，我的都是我的。这永乐坊不愧是所有坊中治安最差的一个坊，乞丐抢东西，大小帮派林立，倒塌的房屋连一个店铺都没见到，街上还随地大小便，脏得要命。虾仁，本宫觉得自己年纪还有点小，开府有点太早了，要不本宫回去求父皇，继续住在东宫吧。这里地方倒是有，但房子盖起来，本宫觉得好像也没办法住啊。我倒是觉得挺好的，要是让我们去整治本来就好的地方，咱们就是干得再好，也体现不出我们的能力。可这里不一样，虽然是乱了一些，但随便整顿整顿就能大变样。最重要的是，牛皮都吹出去了，还以为京城府尹稳了，提前把家书发了出去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黑风村已经收到书信了。少爷，我感觉这里挺好，比我们当初黑风村强，最起码还有些屋子没倒，也不是坟地。咱当初建村的时候可都是坟地，光挖坟就挖了半个多月。说的不错。殿下，走吧，您也跑不了。皇上让您在这里开府，还让微臣管理永乐坊，就是让臣辅佐您治理这个坊。看似是考验微臣，实际是在考验您。治理一个小小的永乐坊都治理不好，您未来如何治理天下？原来是这样。殿下，您先回去休息，待微臣这里拿出方案，就立刻动手整顿永乐坊。事情大致就是这样的。哦，少爷，大当家的以为你要上任京城府尹，本来想的是我们150人先来，如果人手不够，后续再派300人过来。现在看来，暂时应该不用。哼，
京城府尹位置早晚是本少爷的，如今不过是考核而已。这个永乐坊的情况，刚才我说了，今晚决定好整顿方案，明天就开始行动。另外，戏院那边先停一停，把人手抽调到这里来。整顿永乐坊可以分为3部分，首先是卫生问题，随地大小便这个问题必须解决。白天我转了一圈，整个永乐坊外面没有一个厕所。老黄，这方面你擅长，明天你带着人先去选地方，200米一个，先把厕所给老子都盖起来。哦，成，盖厕所这个简单，但是少爷，万一那些人不使用怎么办？当初黑风村的几个公厕盖起来也是没人用，都觉得麻烦。当初黑风村我们用的什么办法，在这里就用什么办法。凡是外面抓住一个随地大小便的，清理出来10斤粪便才能放走，抓一个奖励1两银子，上不封顶。不愧是少爷。接下来说第2点，根据我的调查，如今一共有19个帮派，最多的一个大概上百人，最小的则是几个人。王虎，从明天开始给你10个人，3天之内把这些帮派全部归拢。OK。第3点，永乐坊这么大的地方，连一个商户都没有，很多店铺都空着。你们2个负责招商，凡是第一批入住永乐坊的商户，免除1年房租，本方正会给补贴。少爷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，零成本入住，我们负责提供贷款，商户前期不用掏钱入住，我们来支付，等赚钱了再还分期加利息的钱。这个可以用他本来的店铺当做抵押，再免除1年的房租，相信来的人应该不会少，尤其是永乐坊治理之后。不错不错，深得我的教诲。少爷，我这里认识的都是青楼老板，如果治安能上去，说服几个老板将青楼开过去，倒不是什么问题。那就成，这件事交给你们2人去办。丁大牛、丁二牛，少爷有何吩咐？你们俩在清风村就是一直搞宣传，抹除负面风评的，交给你们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，怎么让更多人搬到永乐坊来居住，顺便宣传永乐坊。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，知道是什么吗？少爷，我懂这件事，您放心。当初您上的可说过，舆论必须掌握在咱自己手里。永乐坊一旦有起色，京城府尹不作为，强烈呼吁少爷上任，必定传遍整个京城。不错，就是这样。要是皇上满意，再任命我为京城府尹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10年都不一定。我就不信，给京城府尹整的自己辞职，这个位置空出来，我还能上不去？此番能否在京城站稳，全靠诸位的努力。禀少爷，我就不话了，只要少爷我起来，到时候看少爷安排就完了。今晚的会议结束，散会。整顿永乐坊，剑指京兆尹，在虾仁与黑风村最顶尖的人才齐聚永乐坊的同时，新的争斗也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着。谁让你们盖房子的？都停下，都停下！吵着我们睡觉了，知道吗？你什么眼神？在这里盖房子不行，这里我们睡觉的地方。你看看你那个熊样，有手有脚，竟然去干乞丐，那你想怎样？简单，每天拿2两银子给我，不给银子，这房子休想盖。哼，银子没有，赶紧滚，别挡着我们赶工期。不给面子，今天谁来督？拖过来！随地吐痰，罚款50文，拿钱。问乞丐要钱，大家伙都来看看，公子可欺负乞丐了，我不活了呢，活不成了。看着地上撒泼打滚的老乞丐，虾仁像是看到一个要碰瓷的老无赖，而这时也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人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本官从今日起上任永乐坊方正，盖的这些军事厕所，具体规矩晚点会在坊内张贴。说简单点，从今日起，乞丐严禁进入永乐坊，发现一个抓一个。当然可以选择回坊内做工，管1顿饭，每日10文钱，永乐坊都会为你安置力所能及的工作。总之一句话，往后在永乐坊要饭没戏，凭双手吃饭，本官欢迎。此话一出，人群顿时炸锅。永乐坊都多少年没方正了，来一个跑一个，这一次居然来了一个这么年轻的。哥哥，你是方正，我要去府尹大人那里告你欺压百姓，腿打断。
明日开始，人均可以免费使用公厕，但要是敢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，罚50文，交不起钱，下场就是和他一样。什么时候捡够10斤粪便，什么时候放了你。本官从不开玩笑，不相信的可以试试。10斤，今日要是捡不够，明天20斤。看什么看？老子专业殴打老人，尤其是你这样想碰瓷的。快追！他身上有银子，砍死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救命啊！拿下他们！王虎把这些人拖到旁边的店铺里面去，另外留下些人盯着街道。一会殿下也差不多要到了。一上午的时间，永乐坊在虾人的管理下，秩序开始走向正轨，大街上逐渐看不到打斗和抢劫的事情发生。派出去书生打扮的丁二米也在大肆宣传虾人制定的整顿方案。第一，严禁随地大小便；第二，对永乐坊所有的帮派进行清剿，恢复秩序；第三，方正大人会出银子修缮永乐坊的所有房屋，但因为人手不足，凡是闲在家里的人都可以过来报名，跟着修缮房子，每日工钱20文，管2顿饭。听到第二、第三点的时候，人群早已炸开了锅。要知道，永乐坊治安之所以混乱，其中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帮派每个月都要收保护费，根本就干不下去。干一天就有20文，还管2顿饭，满京城去找都没这么高的工钱，更别说管饭了。而且还是免费修房屋。我来，我爹今年70也能干，上房绝对没问题。都别抢，我以前是木匠，我愿意跟着方正干。而在不远处，将这一切都目睹在眼里的李家泰感到十分意外。虾人真是雷厉风行，短短1早上时间，永乐坊改观就这么大了。确实是这样，虽然永乐坊刚开始整顿，但这里毕竟还很乱，殿下要低调行事。放心，虽然父皇派你过来护着本宫，本宫也会注意行事。我们也出发去跟虾人会合吧。未来的府邸可是要修建在这里，永乐坊本宫必须出一份力。说跟谁混的？帮派总部在什么地方？呵呵，有本事整死老子！哟，王虎，整死他！在场的人都傻眼了，说整死就整死，把尸体碎了，一会城外找个地方处理干净。你们拿刀砍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现在？本官耐心比较差，一句话，跟着什么帮派混的？你们帮主是谁？我说，大人，我说，我们是黑龙帮的，帮主是京城九爷，地方在。京城老九？不对，这家伙不是没有帮派吗？当初咱们绑票要银子的时候报的名号是青龙帮，这家伙回头整一个黑龙帮，是打算干什么？救命啊！这随意杀人可是重罪啊，哪怕是罪犯也得按照流程会审之后再统一问斩，要是被其他官员知道了。殿下，他们敢当街拿刀砍人，手里说不定就有人命。如今灾情当前，死几个混混谁会在乎？殿下，咱们明天一起去会会这个老九。今天下午去看看府邸的位置，晚上和微臣一起到春画坊商讨修建您府邸的事情如何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今晚一起去。本宫未来府邸在这，自然也要出一份力。这几天有合适的目标了吗？有的，九爷，兄弟们最近一直在踩点，这几个人最合适。王文曲，这他妈的不是太师孙子吗？绑他你们是活腻了，万一让太师知道，我们还活不活了？青龙帮可能都没敢绑这些人。不是，九爷，是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。云虾人。兄弟们踩点都踩好了，这个叫云虾人的是常太傅的外甥，绝对错不了。画坊里面都这么叫，每天夜里都会到春画坊，肯定很有钱。对，反正常太傅不是世家官员，绑了他外甥也没那么危险。而且下午兄弟们还发现，在他身边的一共也就4个人，还带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小丫头，到时候绝对能轻易拿下。既然如此，叫上兄弟们晚上就动手，今夜就绑这个云虾人。
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当京城老九将名单上的虾人当作绑票目标的同时，正在赶往春画坊的虾人也已经来到了湖面上。只是他们并不知道，划船之人也是来自飞龙帮。怎么还没到？往常最多不到10分钟就能到春画坊，今天什么情况？我是新来的，买了他的船，今晚上画坊船口在另一边，咱得绕一圈过去。您别急，马上就能到。都别动，黑龙帮的只求财不求命，识相配合点，少受点罪。等拿了银子，再送你们去画坊。哼！别动手，先配合他们，殿下还在这里呢。哦。别伤害我们，我二舅是常太傅，你们要多少银子都能给你们。唉。老子说什么来着？这些家伙都是软蛋。后面这个看着也是个公子哥，你们都去通知九爷了，我把他们都绑到马车上带走就行。什么声音？哎！小心身后！什么？怪不得皇上让他来保护太子，外表看着柔弱，下手居然如此狠辣，整个黑风村恐怕只有王虎才能和他与之匹敌了。周围我看过了，就这几个人，殿下那边没事吧？王虎在太子身边能有什么事？你应该要和王虎一起出去，你刚刚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，万一他们还有很多人怎么办？以往执行皇上的任务比这凶险的多了，想伤我可没那么容易，而且有你在我身后。我放心。虾人，他们原来是在干绑票啊！这个京城九爷是个人才，成立黑龙帮原来是为了绑票，正愁到什么地方找这家伙，没想到学的倒是挺快。快有啥用？和我比根本不专业，嘴巴也不堵住，外面就派这几个人盯着。殿下别嫌弃了，他们毕竟是业余的。王虎，去通知弟兄们到这里集合。按照流程，他们有人会去常太傅府上送信，老九带着人去城外等着拿银子。到时候咱们去城外给老九一个惊喜。那少爷你，有他在，你放心，快去快回。哦。殿下，永乐坊有不少帮派，正好这个老九作为最大的一个帮派，留着这小子去负责清理其他帮派，干完再扔进去。这个你看着安排就好。对了，我听说戏院那边停工了。对呀，最近抽调人手在整顿永乐坊。啊！呀，赶紧抽点人手过来继续干，管理永乐坊什么的，本宫没兴趣。殿下，咱们还是把正事忙完吧，戏院那边真的不急。行吧。对了，虾人，之前你写的本子送到本宫这里，本宫都看完了，感觉内容不够夺目，就改了一些。殿下居然还能改！殿下，当时那些本子送过来的时候，属下也看过了，属下觉得云大人写的很不错，雷峰塔、画皮、梁祝，要是有这些戏剧表演，保证能引爆整个京城。就改了一下雷峰塔，本宫觉得不够夺目，尤其是最后悲剧收场，观看的人满是遗憾，这样不太好。你俩听听本宫的思路。白蛇为了报恩，偶遇许仙，这个剧情不用变。直到法海出现之后，偶然一次上香的机会，白蛇爱上法海，背着许仙私会，怀上法海骨肉。为了隐瞒下去，青蛇主动站出来，愿意为姐姐付出，同样怀上法海的骨肉，届时出生就说是双胞胎。最后三人合力将许仙镇压在雷峰塔内，法海同白蛇、青蛇终成眷属。不是，许仙就是一介凡人，居然要镇压他。
不是，许仙这是造了什么孽？还有这法海怎么说的？像是大威天龙那位，怪不得皇上看见太子写一次剧本就抽一次鞭子，这是正常人的脑子能编出来的剧情吗？怎么样？本宫觉得这样演绎出来比你写的更加吸引人。至于后面这个画皮，本宫已经有了点思路。小妖为了爱情付出，无怨无悔。本宫觉得杀人取心过于频繁，爱一个人最高境界应该是成全。他去勾引王生妻子如何？停，别说了，受不了了，救命啊！跳，再去绑后手。在虾仁与血滴子一行人将黑龙帮的老巢打下来的同时，黑龙帮的威胁信也送到了常太傅手上。混账！京城府尹是怎么干的？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人员，老夫一个太傅竟然被威胁要赎金。去，将这封信送去京城府尹，让他马上带人来见我。不是，信上说你外甥被绑了，你什么时候有了外甥？哼，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云虾人，今年的状元，简直就是个惹事精，走哪出事，怎么招惹到了这些江湖人士？就是你说的那位詹事府管事，教授太子拿了月考第1的云虾人。就是此人，在外招摇撞骗，打着老夫是他二舅的名号，简直可恶。那此人有些意思，日后有时间邀请他到府里来坐坐吧。下官京城府尹白玉郎见过常太傅。信件你看了吗？下官看了，已经调集人手，必定会将黑龙帮缉捕归案，让常太傅外甥安然无恙。蠢货！那虾仁不是老夫的外甥，虾仁是谁？难道你不清楚？往常谁会跟虾仁在一起？是太子，他们不会连太子一起绑了吧？太子若出事，皇上震怒，你几颗脑袋都不够砍。而且老夫觉得你确实不适合担任京城府尹，这个位置天生就是得罪人的，你谁都不想得罪，干到最后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下官知道。哼，快去城外抓人，今夜务必解决此事。若传进宫里，你知道什么后果？是，下官明白。九爷，我们的头派人传来消息，人已经绑到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信也送到了太傅府上，相信很快就会有人送银子过来。果然比在城内收保护费来银子快。老子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办法？要是弄到这么多银子，就直接能养老了。九爷，好像有马车来了。来了，都别多嘴，一切让老子来，准备拿银子了。来者可是太傅府上的人，银子带了吗？除了那个老九，其余的全部打断双腿带回去。冲啊！跟您比确实差远了。是挺差的，送信居然还署名黑龙帮，生怕别人不清楚，而且拿银子的地点也是真的。要是我在城门口就提前把人拦住，提前带走银子，哪会像这些家伙一样如此不专业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哟，怎么好管家的事情这么快就忘了？你们是青龙帮？那这么说，城内干绑票的人居然是常太傅外甥？恭喜你答对了，但没有奖励。站在你面前的是詹事府管事，兼任言官御史，担任永乐坊房正，爱民如子，嫉恶如仇，大江朝第89届金科状元云大人。詹事府管事，那不是督促太子读书的官员吗？那他旁边的岂不是太子？你在京城混了这么久，心里应该有数，绑了什么人？你觉得你还能活吗？求云大人救我，让草民干什么都成。小九以后生是您的人，死是您的鬼。本官这里倒是能为你指条路，只不过脸你就不能要了，是要命还是要脸？你自己选一个。要命！要命！那成，王虎，你过来一下。出发前你让杨管事进来，今晚上好好教教他，明天该干嘛干嘛。虾仁，你打算让他干什么？微臣需要他在永乐坊演一出戏，刚刚让王虎今晚带人把永乐坊所有帮派的帮主都抓过来，到时候一起演。
有剧本吗？本宫今日灵感爆棚，需要演绎出什么样的戏？或许本宫能写个本子。不用，都安排好了。对了，殿下，微臣要去常太傅府上一趟，您要一起去吗？啊？哎？那啥，本宫突然晕得厉害，血滴子，你赶紧扶着本宫回宫，时候也不早了。这太子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自己老师了。深夜，虾仁特意带了一些礼品来到了常太傅府上，说是府，其实就是个小院。若非亲眼所见，虾仁都不敢相信，堂堂大江朝太傅就住在这样一个破落的小院里面。去，我们老爷不要画舫的请帖，赶紧走。还请禀报一下，就说外甥特意来看望二舅。你是虾仁？正是。那进来坐吧，老爷也在客厅。哎呀，舅娘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那个外甥忙活到半夜，家里有剩饭吗？我这饿得不行了。有，我去给你热。那些劫匪估计连饭都没给你吃，你在这等一会，马上就好。哼，虾仁，老夫很不喜欢你。常太傅不喜欢下官正常，下官自己也不喜欢自己。老夫刚查阅完最近绑架官员的案宗，加上你和太子殿下救助灾民的事，老夫就想到了，什么青龙帮，什么江洋大盗，根本就是假的。绑架官员家眷的就是你虾仁，居然还带着太子一起干。若皇上知道此事，必定会派血滴子斩了你。是与非，对与错，当常太傅将绑票官员的由头都指向虾仁的那一刻，双方也迎来了关键的对峙时刻。所以您认为我是做错了？虾仁赈灾无错，但读书人心中应有正气，做事如此不择手段，日后你必定是个大奸臣。二舅，这100万两银子是您亲手发下来的，灾情得到了控制。那我如果说这100万两银子也是抢来的呢？那您觉得我到底是害了人，还是救了人？不错，绑架案均是我跟太子干的，筹到银子全部用于救济灾民，活人无数，这难道也做错了？那什么，深夜入黑，下官迷路了，这就告辞。太傅，云大人，我什么都没听到，什么绑架案，什么赈灾银子，我一概不知。白府尹不必惊慌，下官永乐坊方正，日后还需要府尹大人多多关照。好说好说，云大人是皇上眼前红人，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告诉本官就可。黑龙帮已经彻底捣毁，如今都关押在城内某住宅内，白大人得赶紧去抓人，破获如此大案，皇上得知必定龙颜大悦。这就去，本官这就去。慢点吃，慢点吃，不够一会再擀点面。舅娘，这面真好吃，以后我没事要是过来蹭饭，您不会嫌弃我吧？不会，你要是喜欢吃，日后多过来走动走动，别带什么礼物，人过来就行了。哼，肤浅，君子远庖厨，身为读书人怎可？放屁！我觉得会做饭就挺好，走到什么地方，最起码饿不着自己，不像那些读书人，一个个连盐跟糖都分不清，就是有粮食，他们也得饿死。你不用老听你二舅的，他一辈子就这样犟得像头驴，在外为人处事圆滑一些是好事。你今年19了，为何还无亲事？刚才那个是丫鬟吗？丫鬟跟妻室怎么能一样？有中意的吗？回头舅娘为你物色物色。不用，那啥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也得回去了。二舅，常太傅，外甥觉得百姓心中有感胜，官当的好不好，任何人说的不算，唯独百姓说的算。皇上将永乐坊交给外甥打理，日后永乐坊必定是京城第一方。届时，欢迎满朝文武前来考核。昨夜在云大人英明领导下，连夜制定亮剑行动，最终将坊内黑龙帮、丐帮等一系列势力一网打尽。在云大人的以理服人之下，黑恶势力头目幡然醒悟，将会用自己亲身经历警告大家，误入帮派将会有什么凄惨下场。
这下好了，没有这些泼皮捣乱，我们家药房能开起来了。不行，我赶紧回去给我们家小子带过来，让他好好看看，敢跟着帮派混江湖，就是他们的下场。与此同时，在客栈2楼的虾人将现场的情况都看得一清二楚。而这时，太子也来到了客栈。殿下，昨夜一共清缴了19个帮派势力，共收缴上来银票13000两，金银首饰、房产地契12个，赌坊6个。咱们绑了那么多人，也才弄到手2万两出头啊！这一夜的清缴就能收缴这么多银子。虾人，咱们要不要？殿下，其他方和永乐坊不一样，背后很多帮派都有官员扶持，唯独永乐坊穷了这么多年，没人看得上，所以云大人才能一夜之间都打掉。殿下，微臣人微言轻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当然，若微臣是京城府尹，那决然不同，必定扫清整个京城黑恶团伙。又来了！自从来了永乐坊，虾人嘴里“京城府尹”4个字就没停过。而另一边，虾人那边安排的演出也正在进行中。手里呀捧着窝头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犯下的罪行是多么可耻啊！叫我怎能抬起头？少爷，有人到京城府尹那里敲鼓鸣冤，状告您欺压百姓，目无王法，蛊惑太子，很多都是读书人。搞事的来了吗？有点意思。堂下何人？你有什么冤屈？您父一家居住在永乐坊，今日状告云方正，他不是人啊，就因为我们家男人在外面拉屎，他派人给他缝起来了。永乐坊缝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给后面缝起来了。围在外面看热闹的居民，此刻更是面面相觑。真是没想到，我就说昨晚上我去了一趟永乐坊，发现大街上一个粪便都没有，原来是用的这个办法。那缝起来还能撑开吗？别说了，犯恶心的。不过在街上拉屎真是不行，要我说，云房正做得很对。怎么跟想象中的有些不一样？这些人居然还帮着那个方正说话。府尹大人，云房正如此对待坊间百姓，我等今日请命，求大人严惩此僚。求大人严惩。严惩个毛线！常太傅可是人家二舅，皇上钦点的方丈，这些整日饮酒作乐的书生怎么会来管这破事？看来这是有人针对下人。谁告本官？见过府尹大人。原来是云大人来了，他们刚说到你呢。你是永乐坊居民，本官身为方正，怎么从未见过你？是永乐坊居民。哦，那住在什么地方？有身份证明吗？有的，一家人住在县边是吧？蒙在鼓里的人，永远小人得志。当王文曲栽赃陷害虾人正得意之时，虾人也注意到躲在人群中的王文曲。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云虾人的一开口，便是震惊整个衙门。看到你们这帮书生被人当枪使，还要替别人数钱的样子，我真的想笑。本官确实下令缝了几个人，但都是有手法，且当天就能拆线，更加不会影响健康。若不信，本官可以把之前被缝的那几位叫过来亲自辩证。倘若眼前这位真缝了，且手法不对，你们可就要考虑诬告朝廷命官是什么下场了。什么？还有拆线手法？寒窗苦读10年不易，莫要耽误了前程。本官在这里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倘若最后真是污蔑云大人，严惩不贷。一帮没用的家伙！白大人，我要状告永乐坊云虾人勾结黑莲教，上个月绑架官员家属，勒索钱财的就是此人。啊！不会吧？方正大人可是官啊，怎么可能勾结黑莲教？绑架官员家属，纯粹扯淡！我们方正大人为官清廉，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？坏了，此事太大，绑架确实是虾人和太子干的，此事常太傅知道，或许皇上也知道。他们的这王文曲是在找死啊！至于什么黑莲教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凡是同黑莲教接触的人，哪一个不是拖家带口全部消失？怎么可能继续留在京城？王公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
王公子，上个月绑架案已经结案，人犯全部缉拿归案，乃是黑龙帮所为。此事已经送于三公审核。你，呵呵，本公子手里有证据，袁大人想不到吧？吞了本公子多少银子，原封不动的全部吐出来。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方正，你能奈我何？跟我花强拼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没脑子的蠢货，感情是巴不得整个太师府一起玩完。来人，将王文去抓起来，污蔑朝廷命官，押进大牢里面。派人通知太师府。我有证据，你们干什么？松开我，我要状告云虾人！给我拖下去！放开我，我要状告你们，你们勾结在一起。闹剧结束后，白运良也派大夫给那个男人看缝合的伤口，发现确实和虾人说的一样，伤口出自不同人之手。白运良即刻下令将这些嫁祸虾人的书生以及一家人全部带了下去。王文曲是不是逾期了？是的，估计怕逾期的事情传到太师府那边，所以才搞的这一出。以王太师的威望，估计也不会从重处理。不过这家伙居然能调查到黑莲教，看来得做点调整了。呵呵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上手段，让这家伙还银子，最好闹得整个京城都知道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再就是戏院尽快完工，画坊以后不经营了，通知杨管事最近给姑娘们放假歇业一段时间。少爷真上手段啊！上给脸不要脸，顺便也让那些公子哥知道贷款的钱赶逾期，后果是什么样。少爷，最近投入的银子太多，修建厕所、修缮房屋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出银子。再有很多人到永乐坊生活的话，咱们的银子真不够用了。银子确实是个大问题，想要见利润，最起码也得1个月之后，等那些店铺开起来才行。那少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只请你去将老黄他们喊来，然后准备些材料。王虎，你去问问杨管事，京城最大的首饰铺在什么地方？掌柜的，你别跟我说全京城就这么点烂东西。那自然是有的，只不过价值太高，公子若是没诚意，老夫……这位是云公子，常太傅外甥。原来是常太傅亲戚，失敬失敬。本店正好最近有一批来自宫内的精品，价值连城。看这材质，确实是宫里才有的东西，不知道作价多少。售价8万两，若公子诚心想要，价格还能再谈。8万两，呵呵，那看来在宫里拿出来最多卖4万两银子，不可能再多。东西倒是不错，只不过无法衬托我的爱意，有没有能象征忠贞爱情的饰品？哦，比如说，比如这种东西。这是何种宝石？为何会有如此夺目的光芒？袁公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您今日到如意坊，恐怕不是为了购买首饰吧？不知您这宝石是否愿意出手？作价几何？不瞒薛掌柜所说，要不是催账催的本公子实在没办法，此等稀世珍宝，本公子无论如何也不会出手的。既然你这么干脆，10万两一颗。几日后，京城有头有脸的世家子弟，就连不少官员圈养在外面的小妾和花魁，均收到请帖，邀请来参加钻石忠贞鉴赏会。夜幕初上，由春画坊和如意坊联合举办的鉴赏会，此时早已人满为患。情深似海，钻定终生，他许你莫辜负。情深似海，钻定终生，他许你莫辜负。不同于这些世家小姐，前来的京城珠宝商人一个个全部傻眼了。钻石果真是极品，光彩夺目啊！莫非是从那些域外人手里弄来的？但那些人无非带一些琉璃来而已，价值虽然昂贵，但怎么能跟钻石比？袁公子，售价10万两白银是否过于高了？真有人愿意购买吗？不必担心，任何东西都有价格，唯独爱情没有。为了钻石，那些公子哥甚至还会把价格抬高，确保拿下。薛掌柜，这是我们第1次合作，未来如果还有好东西，可以继续合作。哦，有云公子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知情，走，少爷饿了，到对面吃点饭，这里交给杨管事就行。哦。怎么了？有心事？没有。知情跟了少爷也有1个多月了吧？哎，这个少爷送你了。真的吗？咱怎么研究出来的这东西，你心里清楚，收着吧。
虎爷，今夜有时间吗？晚上洗干净等我，老子还不知道你想什么。馋老子身子就直说，都是自己人，时间地点。这么直接的吗？就这样，鉴赏会一直持续到很晚才结束。整整9枚戒指，除了扣除如意坊的分成之外，虾仁一共到手80万两银票。除了建设永乐坊的资金之外，其余的还是最好全部上交国库，用于赈灾。难得在宫外看到你独自走动。云大人摆的这么大阵仗，血弟子布满整个京城，根本逃不过我的眼睛，所以我也来看看热闹。钻石稀世珍宝，光彩夺目。那些世家子弟为了向喜欢的人告白，不惜下血本买下钻石作为定情信物，好是羡慕。其实那些宝石本身没什么大的价值，都是名牌价值以及心理价值罢了。是这样吗？爱情不是用物质就能衡量出来的，对我来说，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陪伴？妈。好了，我得入宫将今晚的事汇报给皇上。今天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很多官员最后都赶了过来，不解释一下，后续怕是很难处理。那我陪你走一趟吧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这些宝石造价居然连10文钱都不到，最后卖了60万两银子，还剩下这么多。炼制之法，微臣也说了，炼制出来所用的材料漫山遍野都是，可以说毫无成本可言。云爱卿有心了。皇上若无其他事，臣就先告退了。现在大半夜的不安全，让血滴子送你回去吧。永乐坊好好干，朕看好你。将这些东西收起来，然后把虾仁留下的炼制之法烧了。奴婢遵命。李成明很清楚，炼制之法上交后，除了已经售出的9枚钻石，不会再有新的流入市场。也就是说，手里的这些钻石，每一个都是价值连城。心思倒是挺细，提前到宫里把东西和银票都上交，怕朕回头查出来责罚。回头告诉血滴子，让他安排手下各拿9枚钻石到周围几个邻国，用虾仁一样的办法进行售卖。他们没虾仁这个本事，朕不求能卖60万两，9枚宝石卖出20万两，就算成功。奴婢遵命。永乐坊会成为京城第1坊，口气倒是不小，朕很期待。就送到这吧。对了，云大人。还有什么事？今日王太师奏请皇上委任王启为兴庆坊坊正，愿同永乐坊一较高下。皇上的意思好像是同意了。王庆那是何人？王庆出身河间府，据说跟王太师是本家。特么的，难不成上辈子缺了王太师家里祖坟啊？一天到晚跟自己过不去。情况刚才都说清楚了，王庆跟本官属于同一届应考生，如今接手兴庆坊，意思很明显，就是在针对我们永乐坊。少爷，您就说怎么办？实在不行，今晚我去砍了这家伙，然后亡命天涯。兴庆坊有大佛寺，简直富得流油，就比东市差一点而已，跟我们打擂台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那些僧人不好惹，据说寺庙里面养了很多武僧，强冲的话，我们人手有点少，要不再派点人，用人海战术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本官昨晚已经想出一套办法，你们先听着。不愧是少爷，之前清理了800多名丐帮弟子，如果将这些人送去兴庆坊，佛门讲究普度众生，800多人每日要是去佛门蹭饭，不出半个月，能给大佛寺吃的连根草都剩不下。如果大佛寺不让吃，就马上在京城传播大佛寺见死不救，慈悲为怀都是假的。既然没问题，那就这么干。此事我来啊！什么？本宫最合适。好的一名编剧就要熟悉每一个普通角色。本宫正好心里有个本子，是关于乞丐的。虾仁，这一次无论如何让本宫去体验体验丐帮生活。卧槽，我都懒得戳穿你了。什么叫心里有个本子是关于丐帮的？老子给你写的明明是状元苏乞儿励志的一部戏，结果你改编法海客串，女鬼附体，简直都不能看了。
既然殿下如此有信心，丁二牛，你全程配合太子殿下。我们的目标是赤琼大佛寺。当太子正召集800名丐帮子弟来到大佛寺门口时，永乐坊那边也传来了新的消息。你说有3家店铺租赁出去了，谁租赁的？具体是什么人我不清楚，不过来的人手里戴着一枚钻石戒指。哦，钻石戒指嘛，呵呵，有点意思。夫人，这次进京，一旦皇商竞争失败，您必然会被赶出家门的。而且这么烂的3家店铺，您怎么愿意掏这么多银子租？它简直就是抢劫！租金这么贵，永乐坊是京城最穷的一个坊，衣铺开在这里，永乐坊的人买不起啊。我瞅着挺好的，好好修缮修缮，正好作为京城的落脚地。哎，是你们要见我？见过方正大人，小女子来自河间周家，从事布庄生意。没想到云大人居然有如此才华。皇上委以重任，本官自然要倾尽全力。说正事吧，不知任夫人联系本官是有何事？怎么说呢？小女子之所以购买这枚戒指，是想要见见设计衣服的人，只是没想到花魁女子穿的衣服居然是云大人设计，足足9身衣服，各不相同。废话，能不好看吗？都是我曾经偷偷看短视频美女穿搭，耗费了无数脑细胞才想起来的。古代没有内衣，缺少了那玩意，根本无法将女性最吸引人的优点衬托出来。那任夫人的意思是，我愿意出银子购买这几套衣服的设计图。不过有些衣服过于不是很适合平日穿，其他几套很合适。不瞒云大人说，周家曾经是皇商，主要为宫里供应衣服，但自从出现变故后，今年想要继续拿到皇商，怕是没那么容易，无法拿到皇商资格，布庄生意怕是会出对出去，所以你想用这几身衣服参加皇商？是，那你必败无疑。必败？为什么？任夫人这2年一直大灾，宫里吃穿用度都在缩减，即使成为皇商，供应的衣服也会有限，而且想要拿到皇商资格，设计的衣服是否新颖，材质是否过关，其实这都不重要。求云大人教我，只要不是太过分的条件，小女子都可以答应。他很清楚，如果拿不到皇商资格，周家其余几房必然会将他赶出去，出去辛苦积攒的家产将会被分割干净。这样我技术入股，占2成利润。当然，若是最后没有拿到皇商资格，本官1文钱不要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，扣除工人以及面料成本，最后售出的衣服也就4成利润，你却要将1半的收入拿走。我们家小姐本来就够不容易了，拿不到皇商资格就要赶出周家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任夫人，对您的遭遇我很同情，但生意就是生意，况且周家没有品牌效应，2成收入本官要的不多。品牌效应是，倘若本官能将利润提高到8成呢？您觉得本官分2成还多吗？银子不是你们这样赚的，定位要清晰，是走高端品牌路线，还是要走低端量多的路线，得想清楚。本官还有其他事情处理，如果考虑好了，可以到春画坊联系本官。一会都听老子的，大佛寺马上开饭，进去捡贵的吃，都把碗筷准备好。能给大佛寺吃关门，老子代表云芳正答应你们，未来帮你们修建房屋，落户永乐坊。吃光大佛寺，吃光大佛寺，吃光大佛寺。了痕大师，此番上任兴庆坊方正，还需大师多多关照。阿弥陀佛，请施主慧根聪颖，佛缘深厚，如今升任方正，理应相互照应。太师更是老衲至交好友，王方正请放心。本来已经安排好，自己只要考中状元，就可进去詹事府任职，攀上太子关系，结果都被这个瞎人毁了。只要跟大佛寺合作，都不知道怎么输。这次看那个瞎人怎么死，那就多谢大师了。无妨，既来了大佛寺，也到了用膳时间，倒不如陪老衲吃点粗茶淡饭，也好修身养性。好极好极。表哥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借的又不多，1万两而已，我真的急用。你是不是我表哥？文曲，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银子？上次你被你爷爷揍的时候，说在外面欠了10万两，都帮你解决了。我这次进京才带了4万两，也被你借走了，你居然还要问我借银子？
特么的，谁知道逾期居然还有特殊利息？食堂在哪呢？你们，阿弥陀佛，大师您好，我们都是丐帮弟子，也就是要饭的。听闻大佛寺慈悲为怀，救济灾民，普度众生，所以今日我等想在这里吃顿饭，实在是活不下去了，求大师救救我们！求大师救救我们！求大师救救我们！几百个乞丐到大佛寺吃顿饭，那得吃多少？阿弥陀佛，并非贫僧不愿意，大佛寺每日所做饭菜都有定量，如此多人。没关系，有材料就行，我们可以自己做，家伙事都带着呢。莫叔找到了，这帮和尚悄摸在寺庙后面吃饭，故意躲着咱们，太不是东西了。赶紧去，要不一会来不及了，快去吃！冲啊！吃不完带走，一个个客气点，谢谢这些大师。阿弥陀佛，我佛真慈悲。家国烧火，厨房里还有什么？全搬出来，这么多盐，全倒进去，水管够，敞开膀子吃。800多名乞丐分散在不同地方，犹如蝗虫过境。厨房里的青菜现在被薅得一根不剩，了痕大师只感觉眼前一黑，整个人倒在地上晕了过去。这位老乡，里面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莫名其妙来了几百个乞丐，跟没吃过饭一样，满寺庙找吃的，贡品都给啃干净了。贡品算什么？我感觉这些乞丐都想把和尚都捉了。真是世道不好啊！现在要饭都这么专业了吗？连锅都自己带着。真是看不出来，太子都可以出师了，还以为要吃很多顿饭才能让大佛寺乱起来，结果一顿饭就够了。这一帮人根本不是来蹭饭，这是来吃绝不来了。当天晚上，白云良带着不少捕快赶到这里，望着像是遭了地震的寺庙，好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怎么了这是？府尹大人，这些乞丐必然是受人指使。往日兴庆坊从未出现过乞丐，肯定有人针对下官，否则的话，为什么下官刚刚上任就出了这么大的事？这件事一定要彻查。白云良知道虾仁和王太师不对付，这事背后一定是有他的指使，但他两边都不敢得罪，索性敷衍回答，告诉王庆会调查此事，这让王庆很是恼火。大佛寺自从在兴庆坊建立之后，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。老衲要进宫奏请皇上严惩幕后之人。大师，发生这样的事，一定是永乐坊方正虾仁干的。此人虽是状元，可为人极为不要脸。整个京城内，唯独永乐坊乞丐和灾民最多。他一定是看兴庆坊繁荣，心生嫉妒，才过来搞我的。永乐坊方正是吧？等老衲的好消息，倘若真是这个虾仁干的，老衲必要他好看。表哥，这一伙乞丐太专业了，不光衣服，鞋里面的银票都给抢走了。过几天就是还月宫的日子，表哥你一定要救我，真的，我给你介绍个人，利息很低，你带几万两银子给我吧。求皇上为大佛寺做主啊！乞丐嘛，大佛寺不是有着很多武僧吗？怎么会被一群乞丐劫掠？大师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其实，在了痕大师过来之前，李成明已经收到了血滴子的情报，他很快就想到了这件事背后一定有虾仁的手笔。但李成明可不是先皇，从不信佛，相反对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很是讨厌。大师，此事朕知晓了，自然会吩咐京城府尹彻查。若是无其他事，朕罚了。皇上，老衲已有怀疑目标，京城108坊，唯有永乐坊乞丐最多，能聚集如此多乞丐，一定跟这个云方正有关系，还请皇上为大佛寺做主。哦，血滴子，大师说的是否属实？可有查到确凿的证据吗？回皇上，属下还未查到。大师听到了吗？凡事都要讲确凿的证据，更何况虾仁是朕亲自委派的官员。崔公公，好生将大师送回去。了痕大师，走吧，皇上累了，一会还要批阅奏折。死秃驴，之前2次派人去大佛寺募捐银子，寺庙米面堆积的跟山一样，居然说拿不出一点粮食跟银子，还有脸到皇上跟前告状。你马上去把虾仁给我带过来，朕要好好问问他。臣永乐坊方正虾仁拜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。得了得了，朕问你，几百名乞丐冲击大佛寺，可是你指使的？不是，不可能，臣不是那种人。
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整个京城谁不知道？只有永乐坊乞丐最多，800多个乞丐都快赶上朕的御林军了。说是不是你干的？欺君之罪可是杀头的重罪，你想清楚。臣冤枉啊！皇上，真不是臣干的。皇上，您是不是忘记了，永乐坊并非微臣一个人说了算，建设永乐坊也并非微臣一人在努力。你是说太子？臣不清楚。老弟，你干得太狠了，哥哥没办法了。你承认你爹最多抽你一顿，可哥哥要是承认，那可就完了。起初就是让你带着800人去寺庙蹭饭，谁知道你居然生抢，最后还带回来了几百银子。去把太子叫过来。儿臣拜见父皇。云方正，你不是睡觉了吗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混账！朕问你，是你带着800乞丐冲击大佛寺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这什么情况？难不成我还说错了？绑票的开始是蜕变的根源。李成明永远也想不到，当太子亲口承认是自己带着乞丐冲击大佛寺时，才发现太子比他更牛。共情。父皇，乞丐也是人，同样都是方士，为何乞丐只配在永乐坊生活？兴庆坊富裕，理应接收乞丐才是。况且儿臣并没有干什么，只不过是带着乞丐去寺庙求施舍一顿饭菜而已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哪怕是乞丐，也是大江子民，理应受到同样待遇。云大人教给儿臣一句话，至今儿臣都记在心里：凡事不可脱离百姓，尤其是底层百姓。水能载舟，亦可覆舟。这还是我儿子吗？才多长时间不见，怎么变化这么大？赶紧滚出去，虾人留下。此事到此为止。大佛寺乃是先皇特意修建，是为了大江朝诵经祈福。微臣明白。时辰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3月后，朕会带着官员亲自到两方看看。对了，教得不错。臣有愧。小的见过9代长老。卧槽，看来得让戏院赶紧装修好，不然太子未来可能皇位都不要，跟着人家混丐帮去了。殿下，微臣一会回去召集人手，皇上发话了，铲平大佛寺。这不对吧？父皇怎么可能对你说那样的话？皇上最后和微臣说，大佛寺乃是先皇特意修建，是为了大江朝诵经祈福。殿下，第一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是先皇下旨建造的，跟皇上那事一点关系都没有？父皇是这个意思吗？而后半句话重点就在祈福。自从皇上登基之后，大江朝是不是经常会有灾害发生？殿下想一下，如果一个老和尚天天为您祈福，然后您天天出门不是被抢就是受伤，这哪是什么祈福，简直就是诅咒啊！以微臣看，这个大佛寺说不定背后有阴谋，坏大江朝国运，否则皇上为何特意点明这一点？本宫明白了，你是说大佛寺勾结黑莲教反贼？我操！黑莲教什么时候成反贼了？早上来的时候，我看过你们的店铺，外观真是土的不行。店铺我会派人帮你们装修，要记住，只要有人进来，就有机会卖出衣服。这之前还真没想过外观这方面。考虑了一晚上的任宇威，最后还是赴约春画坊，同意和虾人入股合作。那店铺名字可有品牌？没有什么品牌，云大人可以帮忙起个名字。那就简单了，名字以后就叫平价成衣店，底下弄一排小字，周家成衣始于公元168年。300多年的店吗？这300年前有的坊还没有呢。你懂个屁，没有也得有，未来早晚都会有，只不过提前写上而已。少爷，衣服都准备好了。好，你带任夫人去那边看看衣服，顺便吩咐几个姑娘帮她试穿一下。本少爷先去吃饭了，快饿死了。与此同时，大佛寺这边也闹出了不少动静。按照虾人的计划，今天已经是第6个妇女来到了寺庙门口认爹。老鸨手里领着个乞丐小男孩，跪在寺庙门口哭诉。
了痕，你是个畜生啊！当初睡老娘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一辈子不离不弃。你是怎么骗老娘的？你要为了老娘还俗，乡亲们都来看看啊！和尚始乱终弃，不管我们母子了，狼心狗肺啊！真没想到大佛寺的了痕大师原来是这样的人，以前真是看走眼了。好家伙，原来主持有这么多女人嘛！哼，孩子都得有几10个了吧？要不咱们干脆也还俗，等以后生够孩子再出家也不迟。演的真是逼真，这些老鸨真是天生的演员啊！本宫决定了，以后这些老鸨就是戏院固定演员，让他们跟着本宫表演，绝对有前途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当然是里面穿的衣服，别害羞，我们也是最近才开始穿这个东西。哎，任夫人你也知道，咱们平时都是用粗布捆着胸口，而少爷设计出这种衣服，能缓解咱们的痛苦。您也是女人，捆一天什么滋味，心里应该很清楚。这居然也是云大人设计的？他一个大男人，怎么会对女人这么了解？这里还有几套衣服，少爷刚刚吩咐过，任夫人不如您试穿一下看看。任夫人别害羞，脱吧，这是一件新的内衣，我看你的身材应该跟我差不多，尤其是大小，按照尺寸来算的话，应当是36D，你穿着应该正好。卧槽，好腿啊，大长。殿下，那边的计划进行的如何？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老鸨带着乞丐孩子亲自去寺庙，说孩子是那个什么了痕大师的，估计这事很快会传遍京城。虾仁，你是没看见啊？当时的场景可是……对了，后面计划是什么？本宫好做点准备。别急，后面计划到时候再说。微臣正在谈衣服上的生意呢。那你去谈吧，本宫对女人不感兴趣，女人只会影响本宫研究剧本的时间，烦人的很。看来比起去看姑娘搞了痕，反而更有意思。这太子还真是对女人任何兴趣都没有。就这样，小打小闹过后，永乐坊各种工程正常进行，同时大部分店铺全部租赁出去，也在抓紧时间装修。一转眼就过去了3个月，今天正是江帝准备检验两方的日子。去召集诸多大臣，让他们换上平日的衣服，在皇宫门口集合。还有，你俩也跟着一起去。